Hello，同学们，大家好！大家能看到老师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吗？有没有问题呀？能看到画面的同学呢，并且能听到老师声音的话呢，再扣个一哈，给同学们欣赏一下咱们这个案例，看同学们这个这边这个屏幕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老师看到了啊，同学们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咱们就继续上课。那么这个小狐狸呢，它是一个插画风格的，因为老师的设计灵感呢，就是从一本插画书上看到了这个图片，觉得非常的漂亮。它整体的颜色配色呢是稍微深一些的，像这个灰色的上衣加咖啡色的这个裤子，然后呢再加这个黑色的鞋子，整体的配色呢是比较深沉一些的。那么背景呢就不能够用那种特别浅一点的颜色了背景的话呢最好就是用这种比较浅一点的这个浅蓝色呀，或者是浅绿色呀，或者是白色呀这样它这个对比就会非常的明显。另外小狐狸这个主体物我们是用到了橘色，对不对？是暖色。那么背景呢，如果你还用这个红色呀，或者是黄色，就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融为一体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为了让它对比更强烈呢，就用到了这个色环图当中的这个对比色。一般红色和绿色呢，它是一对对比色。那么橙色和蓝色呢，它也是一对对比色。它们在色环当中就是说两个颜色是相对的，就是距离会比较远一些。那么这种对比色放到一起，会显得就是说更加的鲜艳。看着狐狸还能拿下来当然可以拿下来了虽然老师在背后给它粘了一点点粘土，给它固定了一下但是我上课的话呢，我最好就给它掰下来这样的话呢讲课的时候会稍微方便一些给同学们看一下，我给它拿下来了背后呢沾了好多胶水然后这个小狐狸今天我们学这两个对比色的同学们可以记一下一个是红加绿一个就是蓝加橙，这两个颜色放到一起对比非常的强烈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像平常我们同学生活中这个吃苹果，对不对？这个苹果呢，大家觉得就是比如说你画这个苹果或看到这个苹果，它一般是在什么颜色衬托下会觉得比较鲜艳呢？同学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橘色的粘土拿出来大概拿出来3厘米左右，先揉搓一下对。它一般在绿色的衬托下会显得比较鲜艳，像一般你画一个红苹果，你不可能给它搭配一个黄色的叶子，或者是一个蓝色的叶子，不可能吧？你一般是搭配那种非常鲜艳的那种绿色的叶子，然后搭配大红色的苹果，这两个颜色看起来就贼鲜艳这就是对比色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样的蓝色和橙色，它也是一对对比色。我们今天呢也是用到了这个色系好，同学们拿出一个大概3厘米左右的这个粘土我们轻轻的揉搓一下。稍等一下，老师把镜头调大一些。我们第一步呢，同学们根据旁边步骤图也应该知道我们第一步呢还是制作它这个脑袋。那么脑袋呢，它整体需要大概是3厘米左右的这个用量好，我们先揉搓好了之后呢，看起来它表面没有什么裂纹，也没有什么气泡了之后呢我们用手轻轻的大概揪出1厘米左右揪出这一点呢，一会儿我们用来做耳朵揪出个1厘米左右。那么它现在大概剩下2厘米左右，对不对？好，这个数量就已经够了因为我们做完头部之后呢，接下来就给它粘耳朵了。耳朵这个量呢，我们提前给它预留一下。好，现在呢，我们要把它这个头部给它变一下形大家提起这个小狐狸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无论是卡通画当中这个小狐狸，还是什么一些神话传说当中这个小狐狸，或者平常电视当中看到的一些拟人化的一些狐狸狐狸给人感觉是不是它的脸有点尖尖的这种感觉左右两边有2撮毛然后还整个脸感觉尖尖的所以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黄色的这个橘色这个小球给它做出这种两边尖尖的这种效果。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像狐狸的这个特征了。那么老师把它给团成圆球之后呢，它现在怎么也不像一个狐狸的脑袋，对不对？它太圆了，太圆溜溜的。那么呢，我们就要把它的左右两边给它搓的尖尖的。现在可以把压泥板这样斜着搓斜着搓。好，左边斜着搓之后呢，右边也是倾斜的搓一搓左右两边这样倾斜的去搓一下它。或者你也可以给它转一个面，这样去搓一下搓完之后拿起来，它中间就会鼓一点，两边尖一点，但是还是达不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尖度，你肯定需要用手呢给它再塑形这个时候我们用手轻轻的捏一下它的左右两边这一步呢有没有像这个
同学们这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家里帮助那个家人啊，或者是父母啊做一些饭菜之类的。反正我帮忙捏饺子，我感觉我这个步骤有点像我每次在那里把那个饺子皮搓起来那种感觉。狐狸尼克还有小王子里的对，里面有一个小狐狸，非常的可爱。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左右两边这个尖尖的，给它捏的尖尖的之后呢，再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弧度 O 不 OK。现在老师捏完整体尖尖之后呢，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比例哈。这个比例要调配好了。首先呢，它整体的这个脸的宽度肯定要稍微宽一点的。整个脸的宽度呢，大概是在3.5可能老师这个稍微还宽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们还要修剪的。然后呢，它整体这个长度呢，大概是2.5左右。这个不是最终的只不过现在我大概做了一个雏形。它刚开始这个比例，同学做的跟我差不多就行了，不用完全一样因为我们还要调整。那现在怎么调整呢？就它左右两边还是不怎么尖，我们要做的非常尖。为什么呢？因为以后还要包裹一层白色的粘土你如果就是说按照现在这个粗细程度去包裹的话，它一会儿就会变得很粗。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脸给它翻到一个背面来这个就是背面。然后用剪刀呢斜着去剪给同学们看一下侧边，老师斜着去剪，大概剪一个1厘米左右。好，左边剪一下，然后右边剪一下，也可以给它翻过来剪。剪完之后，这个步骤可能有些同学看老师前几节课会觉得有点熟悉仙鹤好像也是这样的，仙鹤那个尾巴我也是这样处理的，喜欢在背面剪。你看剪完之后，我再一捏，它是不是变得贼尖？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哈。好，然后我们来继续捏它，继续塑形哈。这个头部还是蛮重要的，这个形体的话呢，可以在塑形的时候我们可以塑的久一点。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它压一下了。它整体呢从侧面看贼厚，对不对？好厚好厚有个1.3、1.4这个厚度，就不太符合这个狐狸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它如果太鼓的话，显得有点奇怪，像个气球一样，对不对？好，我们稍微给它压一下，压成大概一厘米左右的厚度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压泥板从上往下轻轻的压一下一边压呢一边看一下它这个宽度哈，一边压一边看宽度。它现在是2.5，我们给它压到3就压它整体这个高度大概是3好，老师压到这个部位基本上可以了。好。然后的话呢，这个小狐狸这两撮毛呢，它并不是处于正中间，它稍微有一点点中间靠下的感觉。我们可以捏一下它左右两个尖尖给它轻轻的往下掰一点点哈，掰一点点。好，做到这一步的话，它整体这个狐狸的脸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处理一下它这个边缘哈。这是第一步这个边缘的话呢，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就印象之前老师做母鸡的时候，其实有教给大家这个方法。这个边缘如果不处理的话呢，看起来很厚，我们可以用这个压泥板倾斜的在它上下的这个边缘轻轻的这样斜着压一下，压一下之后呢，它就会显着边缘会看起来比较饱满一些。然后过渡呢也会自然一些，因为它边缘变薄了嘛，中间这个位置就会显得比较饱满了好，好，可以了哈。现在给同学们说一下最终的这个狐狸脸的宽度老师也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大家这个长度宽度有没有问题。它整体的长呢是3厘米哈。老师把这个狐狸拿下来吧。你不用在你的这个天空上待着了，你来我的板子上。好，它整体的宽度的话呢，大概是4厘米左右，3.5到4厘米左右。整体这个长度呢，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哈。然后左右两边呢还可以这样推一推，然后上面这个狐狸的头部上面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窄一点点因为我们还要衔接耳朵，太宽的话你衔接耳朵可能有点衔接不上。这个尖尖一定要反复的这样去捏它，给它捏的越尖越好。好，做到这一步的话呢，老师的这个左边步骤图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就老师做了一个就是说整个狐狸的一个大形，脑袋的大形。这一步完成了之后呢，老师想问一下同学们这一步已经完成了吗？完成的同学呢可以扣个1没有完成的同学扣个2。没有完成的同学可能是还正在调整它这个形状同学可以再调整一下。如果觉得左右两边有点长了，你再剪一下呀，或者是有点宽了，你从背后给它修一下都是 OK 的。这一步同学这个狐狸脸呢有没有做完呢？做完同学可以扣个1
如果有些同学是正在听呢，就没有在做的话呢，也可以扣一个1，就代表同学们已经听懂了、学到了、学会了。然后老师就继续了哈。做完同学可以跟老师一起拿出这个白色的粘土，拿白色粘土，我们做一下它整个脸部的下半部分白色的这个部位哈。老师看到就是说有些同学没有发1也没有发2，没有发1没有发2是正在听或正在忙嘛。本来老师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就有想过很多，哎呀，我是做一个可爱版的狐狸呢，还是说做一个这种比较仙一点的狐狸？我甚至都想给它起名叫狐仙得了但是呢有一点觉得这个狐仙会不会感觉有点创意性的元素比较多呀？我感觉像这种创意性难数比较多，这个课程可以放到最后几节。后来想了想，哎呀，做个卡通版的吧。像这种仙气飘飘这个课件，我放到最后几节课。好的小尔西同学正在听是吗？好的，蓝莓草莓酱同学已经做完了哈。花嬷嬷同学就是说还正在调整是吗？正在调整也没关系，你先调整一下哈。你先调整一下，但是不用调整特别久，它大概的形体 OK 就行了。然后呢，已经做完同学呢，我们拿一块这个白色粘土，然后呢，长度的话呢，大小大概是1.5到2厘米左右哈，1.5到2厘米左右。我们做一下白色这个脸。拿出来白粘土呢，还是第一步的话，先给它进行一个揉搓，把里面这个气泡呀给它排干净，这是一个就是说必须的一个步骤。好，老师把这个狐狸往上推一推，然后呢给我腾一点空，太拥挤了我们调好这个白色的这个粘土呢，先用板子给它揉搓一下哈。老师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比如说同学们在做脸的时候，发现这个脸怎么也捏不尖，或这个形状呢不是很自然也可以随时说哈。我们还是给它先团成个圆球，然后呢左右两边搓成一个长条这个长条也是非常简单的哈。这个长条长度呢大概是5到6左右就可以哈，只要比我们这个脸长就行。好，老师先等等大家宽度的话呢大概是1厘米这个的话呢一会儿我们需要给它压成个扁片的。好，我们想给它擀成一个薄片之前呢，肯定要先给它压扁，对不对？这样会好擀一点。我们先轻轻压一下厚度的话呢，老师就不做特别多的要求，因为它只要轻轻压一下，有一点点厚度就可以了。然后呢，同学们拿一下咱们的这个擀面杖工具，拿一下咱们这个擀面杖工具哈。其实同学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比如说这个小狐狸，大家觉得它是个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如果同学就是说想做成这种小男孩的这种特征比较强烈的话呢，就是说它除了有这个帽子围巾这种元素，还可以就是手里面可以拿一个小飞机或者是这种其他一些小玩具之类的。如果想把它做成一个小女孩这种形式的话呢，它衣服的颜色包括帽子的颜色，这是一套颜色，同学们也可以改为自己喜欢颜色。比如说它身上这件衣服呀，还有它这个帽子，同学可以改成这种粉色系也是非常不错的，或者是红色系也是 OK 的哈。我们擀成个薄片之后呢，现在老师开始擀压了给它擀薄一些，擀的厚度大概是在1到2毫米左右。这个擀薄片呢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上下左右来回的搓一下，稍微有点粘我的这个擀面杖。好，老师就给它翻个面吧，因为粘土的话呢确实是稍微有点粘。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擀薄了之后呢，拿起来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厚度，大概跟我们平时做衣服的就是说如果同学有跟娃娃做过衣服的这种尝试的话呢，就会知道它会跟这个衣服的厚度差不多大概是1毫米左右，比较薄但是你也不要太薄了，太薄了就很难拿起来。好，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剪刀把它的上下两边呢给它裁剪整齐一点点。这一步同学们不知道跟上了没有其实擀薄片呢，同学们只要擀薄就行了，形状的话呢就不用很规则，反正我们要裁剪的嘛，就给它上下两边裁剪整齐。裁剪完之后呢，它这个厚度保留在大概是1.5左右这个厚度哈，不要太厚了，太厚了你包裹的话呢，它多余出来的面积会有点多你如果太薄了的话呢，一会儿我给它包到脸上可能就有点不太够
给同学们看一下我最终的这个长条啊，大概长度有个5-6厘米就行了。老师呢是喜欢做东西，喜欢富裕一些，所以呢我就做的比较长。我们一会儿呢要把这个白色的这个薄片啊贴到我们这个脸上，但现在呢它没有什么造型，你看贴上去就是一条直线。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给它做一个造型啊。狐狸的毛发应该是7本针划拉的吧7本针可以划拉这个狐狸的毛发啊，当然可以的呀。而且呢划拉出来之后呢还挺有立体感的，老师觉得。但是呢这节课我们教同学的是这种有点类似于这种绘画插画风格的这种狐狸，它的毛发呢就是说不会那么的多，所以呢老师因为它没有很多，所以老师呢就用这种勾线笔一根一根给它画上去的。这种也是一个毛发的一个处理方式哈，有很多种毛发的这个处理方法。老师今天呢教给同学们这种，也是比较出效果的哈。不过这节课也有用7本针，7本针呢是我们做它背景这个枫叶。好了，然后呢，我觉得大家这个薄片应该就是也晾了有1-2分钟了，干度的话应该还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下造型，首先找一下整个薄片的正中间这个位置，往里面剪啊，往里面剪。剪大概5毫米，5毫米就是0.5厘米啊。好，给它剪一下啊。剪一下之后呢，我们再拿这个剪刀从中间有豁口这个位置到两边啊，给它连成一条弧线啊，这个就很简单哈。我们找一下它这个边边啊，找一下边边之后呢，给它往里面剪一下。老师的这个粘土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粘哈，所以剪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慢，然后同学呢可以稍微慢一点点。好，剪完了这个右边，然后我们剪一下左边，也是一样的方法。对的，是用丙烯颜料哈，因为丙烯的话呢，我们用来画这个人物的话，它不容易掉色，你要用其他颜料，比如说油画颜料或者是你拿这个平常写字用的这个水性笔它可能一擦它就掉了，或者是稍微天气潮湿了一点它有水汽，它就会容易掉色，就会比较麻烦。好，老师剪完了之后呢，左右两边是有点往上倾斜的这个弧线哈，这个弧度呢可能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这个弧度还是蛮小的，只要是往上倾斜就可以。然后呢，稍等一下，老师清理一下我们这个桌面哈。这一步同学们做完了吗？做完了，老师可要往上贴喽。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问一下同学们这个进度哈，问一下同学们这个进度有没有跟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也来个小小答疑。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同学们有没有哪个手法是没有看懂的，也可以问一下哈。然后把我们这个脸拿起来，先不要贴，我们只先比划一下子，看一下它这个长度宽度 O 不 OK。如果现在感觉不 OK， 及时调整。就是把我们这个尖尖对准这个狐狸的脸最中间，高度的话呢跟它左右两边这个尖是一样的，这样裹上去我老师先没有粘，我只是比一下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粘。看了一下这个大小和宽度，基本上就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可以粘了。韩磊同学就是在听哈在听也很好呀，在听也很好。在听的话呢，就是同学有哪些部位没有听懂的话，也可以及时问哈。或者同学有一些想法和创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屏幕跟老师说，然后老师帮你想想办法。好，咱们这一步呢就可以贴了哈。因为这个粘土本身是有一点点粘性的，我就不用胶水了。同学们这个粘土就感觉有一点点不太粘的话呢，你们可以给它用点胶水。放这个位置的话呢，找到它整个脸的中间靠下就跟我们这个尖尖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不要放到这里来了，你放到这里来就有点太高了放到中间偏下，然后呢中间这个尖尖呢对准我们整个脸部的这个中线。好，给它按上去，给它按上去，按上去之后给它拿起来哈。好。然后呢，这多余的部位呢，我们就往后包，多余的部位给它往后包。它肯定会有一些富余的部位
老师是故意让它就是富余一点，不然的话呢，你要是做多了其实很正常啊，做长一点很正常，但是你要做少的话就会有点尴尬。你说，哎，万一这个位置做短了，我怎么补呢？对不对？就很难去补它了。好，然后这多的部分呢，左右两边可以拿剪刀从背面啊，不要从正面剪，拿背面、侧面给它剪一下。好。然后呢，另一边也是哈，这一步呢就是修剪一下它这个长度。我从小就听到可多关于那个狐仙的传说了，我当时一想的，哎，我要做一节这个狐狸的这个装饰画，我就可兴奋了，我都特想把它做成那种狐仙，仙气飘飘的，然后呢，最好后面再有几个尾巴。然后呢，穿着那种古风的衣服，再拿个扇子，我觉得贼美。唉，但是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就有一点摇摆不定。我说，做那种古风的狐狸确实很仙，可是做这种插画风的狐狸，它又很可爱。那我到底是选仙气一点呢，还是选可爱一点的呢？我就老纠结了。到最后呢，我还是被可爱给打败了，我还是做了一个可爱的。好，老师这边已经包完了哈，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接缝。接缝这个老师想多了啊！我确实想了好多，我甚至都想让他穿上那种颜色，我都选好了，知道吗？狐狸粉色招桃花，我都想好让他穿件粉色的裙子，再拿着一把扇子站到一棵桃花树下，我都已经想好了。唉，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几节课有一节课叫仙缘，它也是粉色的，他也穿了一件粉色衣服，可能弥补了一下我这节课小小的一个想法吧。好。我们给它按上去之后呢，左右两边还是要给它捏一捏啊。凤九，这个灵感的话，可能是来源于凤九吧，因为他喜欢穿这种粉粉的、红红的这种衣服嘛，然后又是一只狐狸，又贼仙，所以呢，我就脑子里面一直有这个印象。我想，哎呀，把它做成装饰画应该贼好看吧？我这样想。好，不过最后还是被这个可爱给打败了。可爱和仙气之中，我选择了可爱。都可以做，我喜欢古风。好的，我们这个装饰画呢，有几节课是古风的哈，相信你应该会比较喜欢。在接下来后面几节难度的话呢，因为稍微难一点，会放到后面。好了，老师这个头部的话呢，已经做完了哈，给同学们看一下，头部已经做完了。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同学听懂了或做完了可以扣个1，然后老师就继续哈。然后呢，做完的同学手也不要闲着，咱们来拿黑色粘土。拿一下黑色粘土。好的，老师看到了，花嬷嬷同学扣了个1，然后还有其他同学扣了个3扣了个3呢，老师就默认为代表你啊。我知道老师你在问我听懂了没有，然后我就回了一个听懂了哈，3就代表听懂了，对不对？我是不是很聪明？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好，然后呢，我们来做眼睛。这个眼睛呢也是非常简单啊，它是一个豆豆眼。豆豆眼的话呢，像同学们平常买那个盲盒，这种人物的眼睛。那种非常简单的 Q 版人物，它基本上都是豆豆眼哈。豆豆眼的话呢，就是一个圆点，里面也没什么结构顶多给你来个高光，又简单又可爱。我老师也贼喜欢这种眼睛，因为它很容易出效果。好，我们给它搓成个圆球之后呢，大概的比例给同学们看一下，可以跟这个格子比一下，大概是2毫米的这个大小，然后呢，轻轻的压一下。不要做太小了，太小了那可不是豆豆眼了，那就变成真豆子了。好，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比例。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粘到这个脸上来了。稍等一下，我拿个工具，因为老师这个胶水好大一瓶，我不得不拿个工具给它取一下这个胶水，不然的话呢，它就容易搞得到处都是。好，拿了棒针然后呢，眼睛的位置呢，它还是比较容易找的。这个是它的正中间，对不对？然后它左右两边的话呢，它有这个脸蛋儿，在脸蛋儿的这个距离中间大概是1厘米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拿工具给它点2个点。老师这个点呢是蘸了白乳胶的，我感觉应该挺明显的，大家能看清吗？同学就按照老师这个位置，就是距离他脸正中间中线这个位置左右两边给他点2个点，
啊，同学们不用给它蘸，不用像老师一样给它蘸个白乳胶，你们可以拿其他工具啊，给它点个点。点个点之后呢，同学可以再粘一下哈。好，老师这个点完了，然后我们就继续粘。好，先给它这个圆形的给它戳的圆一点点。好，放到它这个脸的正中间来，轻轻的给它固定一下。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位置的话呢都提前找好了，你粘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一高一低、一大一小啊，或者是一左歪歪扭扭这种情况。前提是你这个位置要找的稍微标准一点。如果同学在最开始在点找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找的就有点不太合适，你可能要重新点一下了哈。好，老师这个眼睛呢已经贴完了。在开会开静音看，好的，小居同学你在开会的话呢，还不忘就是说来瑶瑶老师这里听课，说明真的是超级爱学习。好，这个可爱版的这个狐狸呢，这个眼睛都已经萌萌哒的做好了哈，缺2个高光这个高光没关系的，我们最后再加。然后来做一个鼻子，这个鼻子跟眼睛方法是一样的哈，只不过这个鼻子呢有点小，它大概的比例呢是如果眼睛是2毫米的话呢，鼻子大概就1毫米，就这么大啊，这么大一点，千万不要把鼻子做大了，你做大了就不好看了哪有鼻子跟眼睛一样大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用棒针用棒针找一下它脸正中间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贼好找了吧？就在脸正中间这个白色脸的这个尖尖处，给它点一个点。不是喜欢瑶瑶老师谢谢这位。这个同学你的名字真的好长啊！我要念一遍啊，叫做盐渣对萌新军师，对吗？谢谢这位同学的喜欢。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1厘米的这个粘土球呢，给它放到脸部的中间，然后从上往下再按压一下，然后这个鼻子就 OK 了哈。这个嘴巴呢，老师有一个非常简单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同学们知道不？就是有没有这个黑色这个水性笔啊？我想你们平常写字的话应该都有吧？拿一下这个黑色水性笔老师就比较惨了我的笔呢经常被借走，然后导致我都没有笔用。后来我偷偷藏起来一根笔芯，然后每次上课的话就把这个笔芯给拿出来。好的，谢谢99同学的喜欢。叫萌新就好了，其他都是马甲。OK， 那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叫你这2个字。好，同学们把这个黑色的这个水笔给它拿出来哈，我们画一下这个嘴巴。其实这个嘴巴的话呢，也是可以用黑色粘土来制作的，但是呢，做起来会稍微麻烦一点，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更简单、更出效果的方法去画。画的话呢，就长度一定要设计好了，就是嘴巴跟鼻子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1毫米左右不要离得特别近，也不要离得特别远。好，刚才老师说了是1毫米，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鼻子下方先画一个1毫米的竖线先画一个1毫米的竖线，大家看到了吗？画1毫米竖线之后呢，左右两边简单了，左边画一个弯，右边画一个弯。好，同学们开始画吧。画这个弯弯的话呢，就不要画太大。大概长度的话呢是在1到2毫米左右哈，1到2毫米左右。你要是画一个30毫米的一个嘴，哎呀，好大一个嘴，感觉这个狐狸是不是饿了？它想吃人呢？开个玩笑，可能是想吃一下这个小鸟呀，或者小兔子呀之类的。好。然后呢，老师一边做一边竖一下形。这个粘土呢，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特性，它喜欢回弹。你给它凹的很有造型，但一会儿就回弹起来了，所以呢，我要把左右两边再使劲捏一捏本来我捏挺尖的，它怎么越做越宽了就粘土回弹了好，然后头部呢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预留出来的一小块这个橘色粘土，我把它给拿出来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1厘米左右，也可以稍微拿多一点，你同学们可以拿个1.5厘米的这个橘色粘土。然后呢，轻轻的给它揉搓一下。我们来做一下左右两边这个耳朵做耳朵之前呢，老师教你们一下判断这个粘土的这个用量
这个耳朵的话呢，看起来有1厘米左右，但是你要真的拿1厘米的图呢，你就会发现有点大。为什么呢？它这个耳朵它是下面宽宽的，上面窄窄的，所以实际上呢，它需要的土量大概就是0.7啊、0.6、0.7这个样子。好，所以老师让我们拿1.5厘米，然后给它分成2半啊，大概就是0.6、0.7了哈。0.6、0.7的这个粘土，我们先取出其中一块，然后呢，先再给它团成一个小圆球。这个耳朵的做法呢，其实是比较常用的哈。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做一些那种比较可爱一点、仙气一点小动物啊？除了这个狐狸比较仙气一点呢，还有哪些动物同学们感觉就是自带仙气啊？我先不说，让同学们自己想一下。其实那几种动物的耳朵跟它有点像好，我们先搓一个小圆球，然后呢再斜着搓，给它搓成个水滴啊，这个就是水滴，非常简单。好，这个水滴的长度呢大概是1.5左右。好，来一同学说兔子啊，同学觉得这个兔子比较仙气哈，是不是？兔子就想起了那个嫦娥这个玉兔呀，长得蛮漂亮、蛮可爱的。好，然后呢，这个耳朵的话，我们怎么样制作呢？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滴，对不对？我们把上半部分呢给它捏的尖尖的啊，它上半部分如果不尖的话呢，就不太好看。然后呢，再拿出老师这个刚才被白乳胶虐待的棒针，不过我已经擦干净了。好，我们再一定要注意用它尖的这一头啊，对准它这个尖尖，从上往下给它压，从正中间给它压一下。压完之后呢，左右两边给它来回的滚一滚啊！你要不滚的话呢，它下面可能就有点窄啊，来回滚一下。但是你也别滚太多了，滚太多了这个耳朵就会显得贼宽。天上的兔子是吧？哈，来，同学觉得天上兔子这个是比较仙气、比较优美的这种小动物。对的。不过兔子耳朵呢，跟它这个制作方法稍微有一点点一样哈，只不过呢，它的耳朵会更长一些，包括耳朵里面呢，它也会有这种结构。同学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制作，只不过这个水滴呢要搓长一点。然后老师觉得这个鹿好像也比较有灵性的哈，小鹿的这个耳朵也可以这样做。像一般这种神话这种题材，像那种敦煌的这种壁画当中，不都有那种9色鹿的故事吗？同学们玩不玩游戏？游戏里面有一个叫某游戏，叫有一个动物叫也不是一个动物吧，有一个人他有个皮肤叫什么御剑神鹿，大家知道不知道？我觉得那个也贼仙。那个耳朵的话呢，其实跟咱这个方法是一样的。比如同学就是说自己想制作原创一些底座呀，也可以用的做一些这种比较仙气的一些小动物，像兔子呀、小鹿啊、小狐狸啊，它们这种耳朵都是一样的方法哈。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尖尖呢，往上捏一捏啊，往上拐一拐，好，然后我们可以粘贴了。粘贴之前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先比划一下子大概要裁掉多少？从侧面看一下，大概裁掉个1到2毫米老师这个呢是需要裁剪的，同学呢就是说看一下，如果不需要裁剪，可以不裁剪哈。裁剪的话呢，你不要就是说垂直的这样去剪它，然后呢，你就按照它头的这个斜度，这样斜着给它剪一下就行了。剪一下之后呢，在它的底部涂一点点白胶，我们就可以给它粘上去了。终是嫦娥没忍住，起锅做了麻辣土。这个嫦娥可能是有一点爱吃。你说刚才老师说那个神鹿你拥有是吗？那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很漂亮啊，很漂亮，很仙气。我觉得设计灵感蛮好的。然后呢，我们再用同样方法做一下另一个耳朵。另一个耳朵的话，因为跟咱的第一个耳朵基本上方法是一样的哈，老师就稍微加快下速度，同学们也加快下速度哈，就复制粘贴模式开启，大概是0.6、0.7左右稍微多拿一点没关系，然后搓成一个水滴，长度在1.5，然后你上面捏尖，然后一压就可以了。好，然后呢，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尖尖朝上哈，
我觉得那个鹿它最好的一个设计是它这个鹿角，还有它这个鹿身上还有这个飘带还是透明的。我觉得到时候它转到人身上的话，应该也蛮好看的，就转到那个人物的身上，挺漂亮的。好，另一个耳朵的话呢，在贴之前，我们也先给它对比一下，看一下它这个长度大概裁剪多少比较合适。老师这个呢，可能要多裁剪一些，裁剪个2-3毫米。好，然后这个尖尖的话呢，我们再给它捏一捏啊，它是有一点点往里面有一点点弯的。我们再继续粘。如果哪一天同学想做那个神鹿的话呢，一定不要忘记今天老师教给你们这个耳朵的制作方法超级实用。说起鹿，老师还真做过一只鹿，只不过那个鹿呢，是另一种风格的，不是神话风格的，又是可爱风格。可能瑶瑶老师入了可爱风格这个坑，我就钻不出来了。我做的东西就老喜欢做那种可爱的感觉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一下风格了，应该什么风格都要去尝试一下。所以呢，我接下来会做几个古风一点的，或者是仙气一点的这种风格。好，耳朵呢，老师已经做完了哈。有些同学会说，老师你这个安利的耳朵怎么是咖啡色？这个的话呢，是等到最后同学涂这个毛发的时候呢，给它涂一点咖啡色的丙烯就行了哈。我们只要有这个结构，你涂完这个咖啡色，它看起来就特别的明显。它这个尖又不尖了，我再给它捏一下。好，老师这个小鹿的这个脸呢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要做一下它这个同色系的帽子以及同色系的这个衣服了。然后我们开始调一个颜色。小狐狸好可爱是啊，老师也比较喜欢这个小狐狸哈，可爱版的这种小狐狸然后同学们，我们开始调一下颜色哦。老师这个头部已经做完了做完了。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来个小小的答疑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哈？跟粘土有关的，跟老师这一步有关的跟美术或者跟你们想法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问老师给你们解答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就继续哈。做完的同学呢就可以调一下咱们这个灰色粘土。没做完同学呢先不要纠结，没做完同学呢你只要上课跟着老师这个步骤做了一只耳朵就可以了哈。另一只耳朵你没做完，你可以课后再补的因为它都是重复的东西。灰色粘土的这个用量呢老师建议你们先拿就是说先制作大概一个5厘米左右这个用量吧，可以多拿一点，感觉老师这个土好拿少了。为什么要让同学们做这么多这个灰色粘土呢？那是因为他身体的话呢，除了身体以外，他帽子也是灰色，然后胳膊也是灰色。但这个颜色的话呢，刚才老师也说了，可以随机一点同学如果是想做一个就是说偏女孩一点这个小狐狸的话呢，你们可以用它这个橘色搭配到这个红色也是蛮好看的，你们可以做大红色、粉红色或者是衣服给它改成紫色，围巾呢给它改成黄色或白色都是 OK 的哈。颜色的话可以灵活的一个运用。好，我们取一块大概5厘米左右的这个白然后再取出大概0.5厘米的这个黑色，给它们调一下同学们呢，你们就不一定要取黑色，你们这个黑色可以替换成你们喜欢的其他颜色，但是不要做成蓝色了。你们要做蓝色的话，它跟背景就有点重复了。你们可以就是说，如果非常喜欢这个蓝色的话，也可以做成蓝色衣服背景的话呢，你给它换成浅黄色或者是白色、黑色都是 OK 的。老师，你刚刚说的好像是小鹿的脸，是吗？你说那个小鹿的脸我刚才说的是我刚才说是小鹿的脸吗？是小狐狸的吧？好，老师现在在调这个灰色哈。这个灰色呢，如果同学按照老师安利上这个颜色来做的话呢，就可以稍微调深一点，不要太浅了不然整个画面它没有重色去压。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背景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位置我为了固定它搞了一块粘土。你看它整个背景的话呢是比较亮的，如果呢我们中间出现又是一大块亮色没有重色的话，它这个画面有点压不住，所以呢颜色可以稍微深一点，但是你也不要太深了。你太深的话呢，它就会很容易调成这个黑色了，就会有点太深了太深层了。
老师做的呢是个秋天这个小狐狸啊，背景呢是枫树，然后呢他穿的这个衣服呢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季节的啊，穿的是毛衣。不知道同学们春秋喜欢穿什么样的穿搭啊？老师也挺喜欢穿毛衣的，我一般上面配一件特别宽松的又长又宽松那种毛衣，下面配一个牛仔裤，或者是穿一个长裙子，就这样，我感觉挺宽松的，挺舒服的。我喜欢穿毛衣，所以呢，我给这个狐狸也设计了一件毛衣。如果同学们喜欢其他衣服，比如什么背带裙呀，秋天穿这种背带裙也是 OK 的，穿个背带裤也是可以的啊，或者给它做一件牛仔外套也是 OK 的。包括这个毛衣的颜色呢，还有样式，同学们也可以换啊。老师上面这个是白色的这个菱形的这个花纹哈，比较简洁的几何图案同学呢也可以就是说你们不用粘土做，你们一会儿也可以就是说拿丙烯颜料画自己喜欢这种碎花那种花纹也是 OK 的。耳朵是贴在头的下面吗？对的，也不算是下面吧，没有给它盖住就这不是头吗？这是它的耳朵，它就直接在它的后面这个位置给它安上去就可以了哈，也不用完完全全贴到它的后面，因为完完全全贴到后面它会有一点厚度，会导致头的这个背面有点不太平整就你尽量往后贴就可以了。好，老师这个灰色呢已经调完了哈，感觉稍微有点深我再加一点白吧。然后我们来继续调颜色。好，这个颜色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种棕灰色哈，不是浅灰也不是深灰，是这种棕灰色，老师已经调完了哦。调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制作它的毛衣和它的帽子了。毛衣的话呢，我预留3厘米我先拿出3厘米，大概是3厘米左右2.5到3厘米都行，反正我们要压扁的。好，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粘土量2.5到3厘米左右，这个灰色粘土我们来做一下它的这个身体，同学们用其他颜色也是 OK 的粉色、红色紫色都可以。好，然后呢还是一个规律，先给它团成个圆球，消除它上面的这个指纹好看的作品都是没有指纹的，非常精致的，我们先给它指纹全给它消除一遍。稍等一下，我怎么感觉我的这个桌面有点太乱了老师有点强迫症，我必须要给它弄整齐一些。好，团成个圆球之后呢观察它身体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毛衣它就是宽宽松松的，穿起来很舒服。你说我要把它腰搞得特别细，那就有点不太像这种宽松的这种秋装，对不对？就有点像那种夏天穿那种紧身衣的感觉。所以呢，它身体的话到腰这个位置是比较宽的上半身的话呢是稍微窄一点点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形状，然后呢我们知道它是上窄下宽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板子稍微倾斜一点，给它搓一搓，但是你只要搓2下就行了，因为你要搓太长了的话呢，你给它变短就有点不太容易我们现在呢给它搓到3厘米左右这个长度3厘米左右长度，宽度的话呢不限，因为我们还没有压。好，同学们搓出一个上窄下宽的这个长长的这个梯形之后呢，我们再给它压一下。压的时候就很简单用板子从上往下一压就可以了。压的时候注意看它整体这个宽度它身体的话呢其实是没有脸宽的身体没有脸宽的，身体的话呢比脸稍微窄那个1厘米左右脸的话呢我们是3.5，对不对？身体的话呢宽度是在2.5到3厘米。好，我们就压一下。压完之后呢，看一下这个侧面这个厚度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侧面这个厚度。厚度的话呢它是没有身体这么厚的它这个衣服以及裤子的厚度呢是在0.5、0.6左右。好，我们老师已经压完了这个身体的话简简单单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毛衣的形状。好，然后呢上半部分呢我们用这个压泥板给它压平一点点，下半部分呢也是给它压平一点点左右两边呢用手指给它往里面推现在处理一下这个边缘，你看你要不处理边缘的话呢，它这个横切面就不太好看老师这个毛衣已经做完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其实还早着呢，还有花纹呢我把头放上去比一下，看看我这个毛衣可不可以这个毛衣可能有点宽松过头了有点太胖了，然后尤其是上半部分
啊，怎么办呢？我跟用手拿起来，再捏一捏，给它捏瘦一点啊。同学们一边调整的话，把自己的头拿出来，给它比一比啊。好，老师现在调整到这个宽度是 OK 的，给大家报一下最终尺寸，大家调整一下好不好？好，现在呢，我们毛衣它上宽下窄这个梯形的话呢，上面这个宽度大概是在2厘米，下方的宽度是在3厘米啊，3到3.5，就是你比老师稍微宽一点点可以，窄一点点可以，但是不要比我宽太多了。好，长度的话呢，稍微有点超标啊，我给它裁剪一下，它整体的长度的话呢，大概也是3厘米左右哈。我给它裁剪一下，老师这个稍微宽，稍微长了一点点。啊，毛衣呢已经 OK 了，然后呢，我们再制作一下它这个帽子以及袖子，好吧？帽子的话呢，因为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就先做。帽子的话呢，不知道同学们平常喜欢戴什么样的帽子啊？同学可以给它做这种啊稍微俏皮一点的鸭舌帽也是可以的啊，或者这种毛线织的那种帽子啊，贝蕾帽呀也是可以的哈。老师今天呢给他做了一顶啊带帽檐的这种贝蕾帽，然后呢我们先取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这个粘土啊，先给它团成一个圆球，然后呢再这样斜着搓成一个水滴，好，就不用管它了。前面呢它是有帽檐的，对不对？这个帽檐怎么样制作呢？这个帽檐的话呢我们取出一个0.5，哎，老师这边正好，我刚才就是做帽子还剩下0.5的这个土，我正好给它拿来了，也不用重新取土了，好方便啊！啊，同学如果没有的话，麻烦你取一下。好，然后我们先给它搓成个圆球，然后再斜着搓，变成个椭圆了，哎，再轻轻一压。现在呢，我该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就应该把它两个给合在一起，哎，这个带帽檐的小帽子做好了啊！我相信有些同学应该发现了这个帽子的技巧哈。啊，同学想做这种鸭舌帽的话呢，只要把它这个帽子给它做成一个两边对称的这种圆形啊，前面这个帽檐呢稍微再长一点就可以了。我们给它进行按压的时候，这个帽檐不要太长啊，大概露出来大概2毫米左右就可以了哈。毕竟是秋天的小帽子，你要是帽檐做太长的话呢，就有点像夏天的这个帽子啊。哎，老师就不粘贴了吧这个帽子。我先给它轻轻的放上去，给同学们看一下啊，这个帽子简简单单 OK 了。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制作它这个手臂。手臂的话呢也是拿刚才我们调好这个灰色粘土啊，老师的灰色粘土调的真的是有点多了，可能有一点点用不完，没关系，用不完的土呢同学们可以给它收集起来，做成底座呀，或者是等到下节课看有类似的颜色也可以做，或者是老师最喜欢这个灰色土了，为什么呢？我放假期间稍微有一点无聊，然后我就学了一个，我就跟我家人玩耍，我就跟他们玩粘土，然后呢，我发现他们对雕石头非常感兴趣，就有点入迷的那种感觉，我就随便拿给他一块灰色土，说我教你们雕石头，就拿一个刀，哎，在那里雕，他们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灰色土呢，因为它最适合做那种石头，所以同学们如果有多余的这种土的话呢，你们可以给它调成这个不用的土，给它调成灰色，晾干，直接切就切成石头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拿这个工具在它边上划一些纹路，就你随便划随便划，基本上它都蛮像石头的。等到我们做场景做底座，把这些小石头一摆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好，老师呢就先取出一个大概1.5厘米的这个粘土，灰色粘土，我们来做一下手臂，1.5厘米。然后呢，给它轻轻的团成个圆球，然后左右两边呢再搓一下哈，搓完之后呢，它这个长度大概是在3厘米左右的一个长条。好，这个就是它的手臂了。哎，我把它上半身拿下来比一下它这个手臂，比一下它这个长度 OK， 基本上 OK 了哈。然后我们再给它压扁一下，现在这个手臂呢稍微有一点点宽。然后再搓稍微长一点，然后给它压扁一下。压扁完之后呢，这个手臂基本上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裁剪一下，因为我们只需要3厘米，刚才老师稍微搓长一点，就是想让它有一个富余的一个空间。好，我们稍微裁剪一下。裁剪完之后呢，它这个接口一定要好好处理一下它这个接口一会儿我们要给它放小手的
所以呢，需要它有一个洞。老师把这个屏幕稍微调大一点。我们要给它把小手塞进去之后呢，就为了让它好衔接一点啊，一般我们是要给它这个袖子这个接口给它凹一个洞出来。同学可以拿这个棒针啊，这个背面给它轻轻的按一下，按一个洞出来。好，上面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点多，也可能会刚好。我们先比一下哈，把它最上面这个位置跟我们这个肩膀贴合到一起，然后呢中间呢给它弯折一下，哎。它这个比例的话呢，给同学们看一下是比较合适的哈。好，我们再拿下来。老师呢就是做东西的话会稍微谨慎一点哈，我不会就是说，哎，我觉得差不多了，我直接粘贴，我可能会反复的测量到我觉得非常合适了，我才进行粘贴。然后弯折完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看，哎，我现在这样弯折，是不是感觉它弯折的有一点别扭啊？谁的胳膊过度会这么圆润呢？就是这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橡皮人那种感觉？不知道同学看那个海贼王吗？那个路飞是不是他有时候他那个手啊那个腿啊就弯曲的就不像正常人，就是他就这样弯这样弯。正常人呢他都是有骨节的，对不对？他弯的话呢就他这个关节啊就会弯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圆润，会方一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关节这个位置再捏一下啊，然后转折处呢肯定会产生一条很大这个衣纹，我们用这个棒针细的这一块给它压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是顺眼多了，对吧？好，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粘贴了。但是呢，老师不建议你们现在粘啊，因为我们的身上还有很多花纹还没有做呢。你粘完之后，这个花纹做不了了。是教给你们这个手臂的制作方法。然后呢，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做另一个手臂。做手臂的话呢，同学们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哈。我现在越来越看我这个小狐狸啊，我觉得它这个帽子和它这个衣服的这个样式，就是说感觉就比较，跟我这个案例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它会有一种，这种，就平常同学们就是说在电视上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那种空军服呀或那种军装那种感觉，我感觉有点像可能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帽子做的有点立体的这个原因啊，还有这个胳膊呢转折比较强烈的这个原因。好，然后的话呢，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取一个 1.5 左右的这个灰色粘土，然后给它搓成个细条。搓完之后呢，整体的宽度大概是 0.6 0.7， 然后再给它压一下。我夏天的时候也有买一件类似于那种也不是说海军风吧，就绿色那种军装风格这种衣服，他当时也是给我配了一个帽子，然后配了个腰带。我感觉这种风格稍微有点接近，然后又让我就有点创意了。我想就如果我这个案例的话呢，其实可以不做这种卡通风格的话呢，给它改成这种有点类似于那种军装风格的衣服也是可以的。好，我们从中间呢给它弯折一下哈，弯折一下。弯折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手在它这个关节的位置轻轻的捏一下，让它这个关节呢变得更加方硬一些。这个位置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跟手衔接这个位置肯定要处理一下的。怎么处理呢？一会儿要装手，它一定要有一个凹陷，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手容易装上去。转折处呢，给它加一个衣纹哈。好，我再给它比划一下子，感觉 OK 了。只不过这个手呢，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弯，然后我再给它掰过来一点哈，就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弯就行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刚好了。好，我把我做好两只手呢，先放旁边给它晾干一下做到这一步的话呢，问一下同学这个进度哈。跟着老师一起做的，或者是跟着老师一起看到这一步的同学看懂了做完了发一个1没有做完就是说这一步的这个2个袖子加1个身体没有做完，扣一个2让老师看一下进度。如果大部分同学没有做完的话呢，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大家，然后呢调一下图调一下颜色。如果同学们都做完了，咱们就继续下一步做花纹。做花纹的话呢，同学们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创意之类的，不一定做跟老师一样的这个花纹哈。
好，都做完了对吧？看来同学们这个进度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都跟上了。然后呢，我把这个镜头缩小一点啊，这个镜头那么大，我可能要戳花纹，可能就你们看不到了。因为身体的话呢，它这个身体的颜色是深咖啡色嘛，所以我们要搭配花纹的话呢，搭配白色是比较合适的哈，搭配白色比较合适。也可以搭配其他颜色，比如说这种暖黄色呀。或者粉色的这个粉色跟灰色是一个超级配的这个颜色啊。我们先拿出一块大概1.5到2厘米这个白色粘土，轻轻的搓，给它搓成一个长条。长条的长度呢，就是不是很限制，大概有一个10厘米、8厘米左右都行。好，然后再轻轻的压一下。压完之后呢，它这个厚度是在1毫米左右啊。1到2毫米左右。老师这个土呢，可能有点，就是说没有那么湿，因为我喜欢把土提前拿出来啊，放到一个袋子里，它可能就接触一点空气，就没有那么湿，比较好拿下来。如果同学这个土不太好拿下来之后呢，有点粘连的话呢，建议你们重新再揉一下啊，多揉一下，然后再进行一个按压就好了。这个花边怎么样制作呀？这个花边的话呢，老师选用的是这个菱形的这个花边啊。同学呢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形状花边，比如说你们做那种一会儿我跟你们试验一下，我们先做一个菱形的，然后再教你们做其他形状的，好吧？好，我再把镜头放大，因为我擀粘土的话呢，要缩小，然后呢做花纹的话呢要给它放大一些。厚度的话大概是1毫米左右哈。我感觉我这个厚度还是稍微有点厚了，再薄一点吧。薄一点的话呢，它就会显得更容易剪一些。因为越厚的粘土啊，你剪起来它就越容易粘连。我给它擀薄一点吧。就拿擀面杖左右两边轻轻的擀一下就行了哈。好，然后再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厚度。菱形这个花纹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老师呢给它1分为2啊。为什么要1分为2呢？是因为就是说我想把一半留着做其他的花纹，然后这一半的话做菱形花纹。菱形花纹的话，它剪起来要非常耐心哈。我们拿这个剪刀，再拿出我们这个薄片，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老师要开始剪了哦。如果没有准备好，同学加快速度；准备好同学就是把剪刀拿到手里啊。先把它这个边边给它裁剪掉，这个边边呢不太整齐。我们要剪菱形啊，剪菱形要注意，我们先在它距离这个边边大概是0.5毫米这个位置斜着剪一下。但你斜着剪呢，你不能给它全部剪掉，你剪到它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合适了哈。剪到中间的位置比较合适，给同学们看一下。我一剪的话呢，不小心把它给碰掉了。好，然后呢，再对着它侧边这个尖尖，然后呢往下剪。好，另一边的话呢，现在来个重点了啊！现在我再对着它的左边往斜着剪，对不对？斜着剪之后呢，这是一个菱形，对不对？如果我顺带的把这个位置一剪，它不就掉了吗？我们现在需要的这个菱形是连到一起的，不要让它们掉了。所以的话呢，我继续往右边剪这个线条的话呢，我剪的时候呢，就不要剪特别长，稍微剪短一点啊。韩宝宝同学来了是吧？非常开心哦。同学可以先跟着老师现在这个直播进度看一下哈，有空的话呢可以跟着回放，然后补一下没有做完这个步骤。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再剪的话呢，就给它翻过来，从它的侧边给它剪一下，但剪的时候呢要注意啊，这2条斜线中间要留一个1毫米左右这个距离，不然它就会断掉。老师觉得我每次剪这个菱形花纹的时候呢，我都要屏住呼吸，我真害怕我一不小心力气使大了它就断掉了。花边剪能用吗？老师花边剪可以用哈，花边剪可以用的，因为花边剪它有很多这种花边，有这种半圆的，对不对？还有那种城堡形状的，有那种邮票的，也有这种三角的。建议同学拿那种三角形的左边剪一圈形的三角，右边剪一圈三角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个学生的话他都有这个花边剪，所以老师教给你们这种方法。如果你有花边剪的话呢，你可以用花边剪更省事一些不过呢，建议同学也可以学一下这种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学会了这种方法，你就不限制工具了，你什么工具都可以，就是说做出来一样的效果。好，我们继续
啊，这侧边剪一下，然后呢翻过来剪的时候呢，还是2条斜线，间距大概是1毫米左右，不要把它给剪断了。然后再朝右边斜着剪一下，然后再朝左边斜着剪一下，每次都剪0.5啊。好，再翻过来，这个位置很容易断的，同学们一定要小心哈。然后呢，剩下的相信同学们都应该比较了解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一条全部剪完，然后最后呢，给它拼贴到我们这个衣服上，就是花纹了哈。关于这个菱形的话呢，同学们就是说剪的稍微小一点啊，小一点会好看一些。剪太大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会显得会把这个灰色的面积盖住太多，稍微剪小一点哈。我们继续剪，就是左右两边各剪斜线。好，同学们可以自己拿着自己的这个粘土呢，稍微加快下速度练习一下哈。因为中间不能剪断，所以中间呢要留出一点点这个面积。最后剪完应该就这样的效果，给它这样一贴就可以了。身体的话呢，包括袖子上花纹，我们应该需要一个2到3条这个样子，每一条大概是5厘米到6厘米。上课的话呢，就是如果老师把这3条全部剪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点点耽误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课程呢就1个半小时。所以的话呢，老师上课就只剪1条，教给同学们这个方法，然后呢，同学们课下慢慢再进行一个修剪，好吧？好，老师呢就先把它给剪断了，剪下来，然后先贴完它的第1层，剩下几层同学们自己贴。同学们也可以把自己这个粘土呢，先贴第1层，然后另外的几层呢，可以等到课下再贴哈。课下再剪，课下再贴。还有一种花边的形状呢，是可以剪出这种三角形的这种花边。三角形的花边就比较简单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这个粘土呢给它裁剪的短一些，太长了，对吧？太宽了，我们给它裁剪成大概是0.3、0.4毫米的这个细长条。然后同样的方法拿到我们这个剪刀，这个时候剪的话呢就简单一些了我们朝左边倾斜的剪一下，再朝右边倾斜剪一下，然后呢再剪的话呢，距离这个边边大概留一个1毫米左右这个距离哈，然后再朝左边剪一下，再朝右边剪一下，这个剪起来就快了很多。这种三角形这种花边呢，一般我们就是适用于它这个袖子上这个边边，还有最下面这个花纹这个边边这个花纹的话呢，可以不用像老师一样纯粹全部是剪出来。老师呢就是说，本来也想用一个绘画加这个粘土相结合这种方式，但是又觉得这个稍微会复杂一些，这个课程内容就有点太多了，所以就把这个绘画的这个步骤给删掉了。不过这一步的话也很简单，就同学们拿丙烯可以自己拿一些颜色鲜亮丙烯，比如说什么黄色呀、白色、浅粉色、浅橘色之类的，可以在这个灰色的这个身体上自由的去画一些这个图案，或者是你可以拿这个丙烯画一些这个扣子领结呀，或身上一些碎花呀。碎花的形式呢，同学们可以自己想一下。有没有同学喜欢那种实物的这种图案像这种毛衣的话，秋天毛衣的话呢，老师觉得给它做成这种这种饼干小熊这种小熊饼干、棒棒糖这种图案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呀，文飞老师也在哈。像下午的话呢，文飞老师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一边备课一边就是来老师的这个瑶瑶老师的直播间里来看看大家。好，然后我们剪出了一串这个三角形。贴的话呢，你可以往上贴，你也可以往下贴这个就是比较灵活的哈，不一定朝一个形状。因为身上的花纹的话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随机性的一种纹路。所以建议同学们不用完全跟老师一样哈。OK， 好。然后手臂的话呢，老师就不建议同学们进行一个粘贴了，
手臂的话，我们就先放到一边就好了。这边手臂肯定是有点长的啊，上臂可以再稍微修剪一下。手臂的话呢，我们就先不进行粘贴，因为呢，我们手臂的这个盖住这个部位还是有花纹的啊。同学们到时候给它用丙烯颜料绘制一下啊，或者是拿这个粘土给它修剪一下，再进行粘贴。所以我们先放到一边。好，老师放远一下这个镜头哈，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这个小围巾啊。同学们喜欢什么颜色呢？大家可以发到公屏上来啊。同学们喜欢什么颜色，我就跟你们换一个颜色的围巾，好吧？就不做这个紫色了，紫色大家已经看到什么效果了。我们换一个颜色，看它好不好看？给同学们几个参考。粉色围巾，想要老师做这个粉色围巾，可以扣个可以发个粉色啊。可以做这个粉色围巾，可以做这个浅黄色围巾，可以做这个绿色围巾，也可以做这个紫色围巾，深紫色啊，深一点紫色。大家有没有什么喜欢我推荐颜色呢？我这边是准备好了一个粉色哈，还有一个浅紫色也准备好了，紫色也准备好了。围巾的颜色同学们可以自由的进行添加哈，而形式的话呢，也可以做跟老师不太一样。一般这个围巾的这个边边呢，它会有这种毛球啊，同学可以搓一些毛球给它装上去。好，我们这个案例呢是一个这个紫色围巾，老师就做一个浅粉色的围巾吧，让大家看一下不一样这个效果，然后同学们可以取一下自己喜欢颜色。围巾的话呢，最重要就是围巾的话最重要就是上面这个比较自然这种纹理哈。然后我们取出来粘土之后呢，先用手给它揉搓一下，大概取出个2厘米左右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颜色的粘土。同学们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哈。同学们可以取出这种粉紫色、珊瑚橘呀，或者是粉色呀，或者是浅绿色呀，或者浅黄色，甚至可以取这种金色、银色都可以，喜欢什么颜色取什么颜色哈。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小围巾先取出1厘米，我们来做横的这条围巾，然后剩下呢，我们一会儿来做下面垂下来这个围巾哈。粉色我们先取出一个1厘米，然后先把1厘米的这个粘土呢团成一个圆球，还是一个万能的圆球，然后呢再横着搓，横着搓，给它搓成一个宽度在0.5左右的这个长条，左右两边呢斜着搓，给它搓的稍微尖一些哈。左右两边用这个压衣板斜着搓，给它搓的尖一些。长度的话呢，肯定是有点长的。我们知道这个上半身这个毛衣的话呢，它这个上面这个宽度是在2厘米，我们围巾呢给它准备3厘米左右就可以。我们取一下中间3厘米这个位置哈，给它剪断，然后左右两边呢给它稍微捏的尖一点。然后的话呢，用这个工具哈，用这个工具压泥板，然后从上往下给它压一下。注意压的时候注意它这个宽度注意宽度是在最宽的这个点呢是在6厘米两边呢是稍微自然而然变尖就可以了。给同学们看一下，厚度的话呢大概是在2毫米这个厚度，千万不要太薄了你要是太薄了的话呢，上面压纹路可能就看不清了。老师在这边呢再把镜头给同学们放大一下，让同学们看一下老师怎么样处理这个围巾上这个纹路的。好，我们同学们拿一下这个棒针工具哈，不要拿压痕刀，压痕刀的话它上面这个纹路呢稍微有一点太细了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压好的这个围巾薄片放到一根手指上，然后用棒针呢比较尖的这一头哈，用棒针比较尖的这一头横着在它的下边给它压一条，先压下边这一条，压到一半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个纹路呢它是从深然后慢慢变浅了，对不对？很自然。然后呢在上面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再压一条小的，上面这个位置再压一条小的，这样压一下，又压了一条。然后左边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压一下右边右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方法，给它这样压一下，压到一半这个位置就可以。好，然后上面这个位置再压一下如果就是想丰富一点点的话呢，我们这个侧边还可以再压一下
一边压呢，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往后转，让它这个纹路呢显得就是说更自然一些。好，现在如果不知道可能是同学们这个光线的话呢，如果有点亮的话，这个纹路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所以老师把这光线遮挡一下，可以看到啊，它上面是有很明显这种凹痕的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围巾呢给它戴到脖子上去了，左右两边呢可以再稍微剪短一点，方便我们携带哈。好，拿到我们这个身体上，哎，这个位置就可以给它戴好我们这个围巾了。老师呢把镜头稍微再切换的这个调的稍微再远一些。戴这个围巾呢肯定要先给它涂一点点白乳胶，不然的话呢它会有一点点不够粘连。我们可以给这个围巾的这个背面啊涂一点点这个白胶。哎，涂的时候呢不用涂特别多，就左右两边点一下，中间点一下就 OK 了。好，老师把这个狐狸拿起来啊，因为老师没有粘贴，所以呢它这个狐狸的身体呢可以单独的拿起来。在它这个身体的上半部分跟头部衔接这个位置，哎，把这个围巾的左右两边给它像圆圈一样，就平常我们怎么给自己戴围巾的，你就怎么给它戴给它裹到后面去啊，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真实一些。形状呢可以调整一下，一般的围巾它是有弧度的，所以中间这个位置可以往下弯啊，中间可以往下弯啊。好，再把我们这个狐狸头呢给它装上去啊，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它加点胶水呀，或者是用个牙签一粘，它就粘上去了哈。这条粉色围巾，好，然后的话呢，它这个围巾它不可能就中间这一条吧，它一般会有垂下来的，对不对？垂下来的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剩下这个同色系这个粘土，老师就往前面再做一条哈。它垂下来这个围巾的话呢，用量大概取一个1厘米这个用量就可以，太多的话呢就有点太长了啊。青二同学非常喜欢这条粉色围巾是吧？那就非常好哈。那同学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小狐狸呀，给它做一条这个同款这个围巾。好，我们先给它戳成一个长条长条长度的话呢1厘米，大概戳成3厘米左右，宽度是在0.5。然后现在给它变一下造型，一般它会上半部分呢，它会产生皱褶，它就会细一些，所以我们把它上半部分稍微斜着搓一点点啊，把板子斜着搓一点，然后搓的稍微尖一些。好，然后再拿开，它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尖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给它压一下，给它压一下，压完之后厚度的话呢，跟它这个我们第一条围巾的厚度一样啊，大概从侧面看是1到2毫米左右，稍微薄一点、宽一点没关系啊，不要相差特别大，但是一定要有一点厚度。你要是没有厚度的，上面压这个纹理就容易看不清。老师刚才也讲了啊，一般它在这个围巾刚出来的地方会产生一些皱褶，我们可以把这个皱褶做一下。这个皱褶怎么样做呢？用这个棒针比较尖的这一头哈，先在它的上半部分，一般是要压2条，上半部分压一下。然后呢，下半部分呢再给它压一下，然后再给它捏一下，捏一下之后，它这个皱褶会更加的明显啊。可能这个光线原因，同学看不见这个皱褶啊，看的不是很清晰。老师把光线挡一下，可以看到这2条皱褶呢是非常清晰的。下半部分的话呢，可以用手轻轻的抚平一下。它的皱褶的话呢，自然的规律是越往下越来越浅啊，下面就不要让它那么深了。好，这个边边的话我们也处理一下。这个边边的话现在有一点太过于不整齐了。我们拿这个刀片裁剪一下，裁剪完之后呢，老师来教给我们小技巧。正常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它剪这个小碎碎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剪这个小碎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有点厚，有点不太好剪。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压泥板，给它斜着压一下。好，然后呢，再给它剪这个小碎碎，就会好剪一些了哈。剪这个小碎碎呢，我们就根据同学们制作这个风格，如果同学们想做这种毛线感，就毛绒感觉比较强的话，这个碎碎可以稍微剪长一点，剪1到1.2左右这个长度。想做短一点的呢，就比如说下面我可以装饰一串这个小绒球啊，或者是我想做某种主题风格的这个围巾的话呢，我可以给碎碎或者是不剪，或者给它剪短一点。老师就剪这个中等长度0.5啊。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想剪多长剪多长。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给这个
围巾的话，给它弯一个造型啊。正常的围巾，你如果放上去这么僵硬的话，就感觉有点奇怪啊。我可以给它从侧边给它弯成这种波浪形啊，中间鼓一点啊，两边弯一点。好，给同学们看一下啊，弯过之后这个形状放上去就会显得比较自然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围巾加一些其他装饰，比如说像刚才老师说这种小绒球因为上课的话呢就不做这么多了，做2颗给同学们看一下效果哈。这个小绒球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啊，同学们不一定非要用同样颜色的哈，比如说可以用双色的，比如说粉色的话呢可以跟白色相间，或者是跟黄色相间，都是非常好看的。可以戳一些这样小球，给它下面点缀一下。老师上课的话呢，这个其他这个样式的拓展就不做这么多了，就做2、3颗给同学们看一下啊。同学们喜欢的话，自己课下呢可以做自己喜欢这种围巾的样式。这一步的话呢，同学们看自己的喜好，你们想做就做，不想做的话呢，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啊，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贴到它的下半部分，稍微往下来一点，让它看得明显一些。这就是它这个围巾了。稍等一下啊，老师喝一下水，感觉这个空气有点干燥。好，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个衔接哈。这个围巾呢，它放上去之后呢，它要跟这个上面这条围巾进行一个衔接，它现在呢就有点粘不到一起去，因为它上面这个部位有点太宽了我们要看一下它贴到什么位置，比如说贴到这个位置，那么它这个斜度呢就是有一点往右上方倾斜，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倾斜角度，然后给它斜着来一下剪一下，但是你不要剪太多了，你要剪太多就把我们辛辛苦苦制作这个皱褶呢给它剪掉了，就有点得不偿失。好，剪完之后我们可以用手捏一下，让它变得更细一点更好衔接。然后呢，这个接口处呢，老师给它涂一点点这个白乳胶哈，就可以进行粘贴了。粘贴的话，因为白乳胶这个粘性，它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发挥出来，所以同学们可以就是稍微用手呢给它按压一下。然后这个围巾呢就组装上去了。另一条围巾的方法呢，跟前面这条围巾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老师在这边呢就不给同学们再做一遍了就是说有点重复的东西就不用再做一遍了。好，然后呢，这个袖子的话呢，它是贴到这个围巾的下方的哈。这个袖子右边这个袖子可以贴了，但是呢，现在这一步呢，老师建议还是先不要贴先不要贴，因为同学们这个花纹呢还没有做完，我给它先摆上去先不贴。贴的话呢，就直接蘸点白胶，直接就贴了，非常简单。好，这边的袖子的话呢，我给它上半部分稍微给它修剪一下，剪的细一点点后面剪一下，剪细一点点，最后呢，给它到时候贴到这个位置，贴到这个位置。围巾的话呢，可以把它盖住一点点，也可以不盖住它这个同学们可以自己灵活这个发挥的哈。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做，呢，就可以做到它这个裤子了，以及它这个小腿呀，还有鞋子、尾巴呀，这一步就可以制作这些结构。这些结构的话呢，颜色和样式的话，同学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喜好。比如说小狐狸它不一定非要穿这种咖啡色的裤子，对不对？它也可以穿这种深蓝色的裤子，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如果戴这种粉色围巾的话呢，它下面可以搭配一条红色的裤子，也挺俏皮的，对不对？老师呢就尽量按照案例这个颜色去做同学们想做其他颜色当然也是可以的。做到这一步的话呢，老师就来个课间小答疑，我就先不做了我来调一下我这个咖啡色这个粘土的图字，然后一边问一下同学们，做到这一步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些同学在做，有些同学在听。如果同学们在做到这一步，这个围巾的话呢和衣服的话呢，就它的头部和身体已经完成了这2大步骤的话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已经做完同学可以说一下可以扣个1或扣一朵花之类都是可以，代表自己已经做完了，我可以跟着往下做了。如果是正在听的同学呢，已经听懂了或者是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扣一个1
老师想看一下同学们这一步的这个吸收了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呢，喜欢就是说随时给同学们解答啊，不要攒到最后。攒到最后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问题可能有点太多。问题太多的话呢，我怕同学们就是说，哎呀，就是说有点乱了，及时处理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好了，青儿同学看到青儿同学发了个1啊，表示同学就这一步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老师又继续哈，我们拿出这个咖啡色粘土，大概拿出一个2厘米左右的这个大小哈，2厘米左右这个粘土大小，给同学们看一下。还是先给它团成一个圆球，然后左右两边呢再戳一下哈，戳一下。其实这个裤子的话呢，不一定非要做裤子，同学们做这种小小的短短的这种小裙子也是 OK 的。有没有同学喜欢穿这种一字裙呀？或者想做小男孩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做成个小短裤啊。想做小女孩的话呢，你可以就做成这种形状，当成个一字裙啊，或者呢可以用这个刀片。或者是压痕刀给它压一些这个纹理啊。同学们先不用照做，我只是给你们比划一下可以压一下这些纹理。压痕刀的话，刀片都是 OK 的。老师找一下我的压痕刀啊。如果想做裙子的话，可以这样做，压一下这个纹理。像压痕刀的话，压出来这个纹理就稍微粗一点，会自然一些哈。刀片的话可能有点细，这个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老师再示范一下这个裤子做方法。裤子的方法也是跟刚才是一样的哈。这一步同学想做裤子可以跟着一起做了啊。想做裙子的可以自己像刚才方法一样做裙子给它搓成一个细细的这个长条。大概宽度的话呢，跟我们这个腰是一样宽的3厘米啊。长度的话呢，因为老师只让你们拿了2厘米的土，所以你们长也长不到哪里去，最多就1厘米1.5啊，这个长度就短裤是刚合适的。好，然后呢，左右两边我们用手给它捏一下，捏的平直一些中间呢要给它凹出一个凹痕来，因为它是裤子嘛，它中间肯定会有一个缝隙的哈。稍等一下，老师拿一下自己的这个棒针工具用棒针从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凹进去但凹的话呢，不要用最细的这一端，用它中间的这一端中间这一端会比较粗一些。好，它的背面呢是靠着我们的手，然后正面的话呢，在正中间给它凹一个凹痕，但是不要给它凹的太深了，凹到它一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哈。好，老师已经凹完了，凹完之后呢，裤子大概形就已经出来了，但这个形呢显得就是说没有那么精致一般同学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就是说。一般人在坐在那里穿裤子的话呢，它这个裤缝它都会产生很多这种皱褶，对不对？我们现在稍微给它做一点点皱褶，不用做的那么的写实那么多，但是该有的还是要有一点哈。给它压一点皱褶，皱褶的话建议同学们用这个压痕刀。压痕刀它不是有2面吗？一面比较薄，一面比较厚，我们用它比较厚的这一边给它压一下。它侧边这个位置往上压一下。这边呢也可以压一下。然后再用比较薄的这边再压一些小一点的衣纹。好，可以了哈。压完之后呢，我们统一的给它做一下厚度。用这个板子从上往下再压一下。这个厚度的话跟身体一样大概是0.5、0.6左右这个厚度，稍微厚一点没关系哈。好，裤子的话呢基本上就已经 OK 了，这个裤子简简单单就 OK 了。然后我们要处理一下边缘，你现在直接给它进行粘贴的话呢，会有一点粘贴的有一点不是很顺畅因为呢我们这个裤子的宽度比身体好像是稍微宽了一点点，那么我们就用手给它的这个左右两边给它捏一捏调整到一样的宽度。它这个裤子呢还稍微有一点这个上窄下宽这个造型呢，它是有造型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这个边边全部给它捏一捏，下面这个位置呢稍微给它捏成这样像梯形一样这种感觉哈。好老师这个裤子已经 OK 了，裤子 OK 了。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步一个小细节。刚才我们做它手的时候呢，袖子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凹了一个痕迹了，然后裤子的话呢也是要用棒针在中间这个位置给它点2个点，然后左右两边晃一晃凹一个痕迹出来。一会儿我们装腿的话呢，直接塞到这个洞里面就比较方便隐藏接缝这是一个小诀窍哈。
身体的话呢，老师是没有粘贴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我只是放在上面，没有粘贴啊。为什么没有粘贴呢？是因为花纹没有做完，等同学们什么时候做完了，什么时候粘贴就可以了哈。好，裤子我们做完了，然后呢，同学们拿出这个橘色图，我们把这个小狐狸的尾巴呀、小腿呀、手啊做一下，然后这个狐狸就已经 OK 了。拿一下橘色的这个粘土。裤子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啊？裤子这一步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同学们到时候交上来作业会不会有人做这种小裙子呢？我感觉应该会吧。或者同学们做出这种小裙子之后呢，给它加2条背带，然后身上的花纹呢可以少做一点啊，感觉这种样式也挺好看的。好，层次粘土的话呢，老师就是取出大概3厘米左右啊，3厘米左右，因为我们又要做尾巴。又要做它的这个腿，还要做它的手，可以稍微多取一点啊。先做腿。腿的话呢，先取出一个1厘米左右这个橘色粘土。我们2条腿一起做吧。同学们就是取出1.5厘米这个橘色粘土啊，1.5厘米这么大。然后呢，先给它团一下啊，团成个圆球。然后呢，左右两边搓一下。哎，我这个圆球呢好像不是很圆。好，再团一下。然后左右两边呢，给它搓成一个小细条啊。细条的宽度的话呢，大概是0.5、0.6。然后呢，在它的上下两端斜着搓，给它搓的稍微细一点。因为正常的这个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啊，它腿部都有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腿根部比较粗，然后越往下呢越来越细。所以呢，我们要把它下半部分稍微细一点点哈。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裁剪，因为它整个腿的这个长度呢，包括裤子跟它上半身的长度是一样的，3厘米哈，3厘米啊，这个是3厘，这上半身3厘米，然后呢，裤子加腿3厘米，裤子的话呢是1厘米的长度，那么腿的话呢，大概就是2厘米左右哈。我们裁剪一下，裁剪个2厘米这个长度啊。好，左右两边各裁剪2厘米这个长度。然后用手呢给它捏一下，因为裁剪完之后呢，它这个接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平整。到时候呢，给它塞到这个洞里面去。其实现在的话就可以给它固定了哈。现在这个腿呢，我们先放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在它这个根部给它涂一点白乳胶，给它固定一下。我本来想一个腿一个腿做的，因为之前教学的话都是这样教学的。现在感觉就是说2个腿一起做可能更方便更快捷一点啊。我们有更方便的方法，就可以用更方便这个方法哈。老师如果是不是上课的话呢，我自己在做一些人物，做一些那个做一些课程的话呢，我都是怎么快捷方便这么自己来。我自己做的话，我就可能手跟腿呀加尾巴可能就全部都一块做了。但是教你们的话呢，最好就一个一个做啊。不过我觉得2个腿的话呢，一样的粗细一起做的话可能会方便一些。这个粘的话就粘到我们这个洞的位置就可以了哈。好，腿粘上去了，然后我们做一下小手吧。小手的话呢，同学们大概取出一个0.5厘米的这个粘土哈。手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因为这2个手呢都是一样的大小。这边这个手呢，我觉得暂时不用做因为这个手下面这个花纹呢，还有袖子上花纹还没有做哈。我们就先做它右边这个手右边这个手，另一只手呢，同学们可以答疑环节或课后再做啊。这个手的话呢，老师可以稍微把镜头给调的这个近一点，因为它这个手细节还是蛮多的，有小爪子啊。首先呢，我们取个0.5厘米的这个粘土给同学们看一下0.5厘米大概是多大，然后给它轻轻的团成个圆球。团成圆球之后呢，左右两边来回搓搓成一个椭圆。搓成椭圆之后呢，它现在也不太像一个爪子，对吧？正常爪子什么形状？同学们就家里面有没有养小喵的、小狗的？它爪子一般都是说一边宽一点，一边窄一点，对不对？好我们给它捏一下捏成一个一边宽一边窄这种形状。一压，它现在是一个球，我们要给它变成一个像手掌一样的这种块面这种感觉，所以给它压一下。它现在是不是有点像爪子的形状了？但是爪子的话呢，它都是会有那种一个一个的那种脚趾，对不对？好，狐狸的话呢，我们给它压出大概是
4个脚趾就可以了，4个脚趾给它压3条这个纹路哈，我们朝着它比较宽的这一边，然后再捏一下啊，捏稍微捏薄一点会好压一些啊。同学们看好啊，爪子我就操作这一遍啊，因为它2个都是一样的，我们上课做一个好，大概是距离这个边边大概1到2毫米这个位置压一下，压一下，压完之后可以上下转一下啊，然后再压一个，它现在是有2个爪爪对不对？好，2个爪爪了。然后呢，这边呢还就是右边有2个小手指了，然后左边的话呢也需要2个啊。我们在左边中间这个位置就给它压一下，它现在自然而然就出现4根手指了，对不对？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的呢就是给它贴到这个手上，然后等到同学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就可以拿丙烯颜料呢给它画一点这个毛发就 OK 了啊。贴的话呢，就找到我们这个手的这个袖口，我们刚才凹洞这个位置，给它这样一贴啊，这个爪子就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呢，我们开始做一下它橙色部位的另一个结构啊。我们橙色部位一共有3个结构，一个腿，一个爪子，一个尾巴，对不对？我们开始做最后一个，就是尾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狐狸尾巴的这个。觉得特别的美，特别的仙气。你说狐狸的尾巴，它确实是跟别的动物的尾巴不太一样，像这个猫的尾巴也很长啊，也很多这个毛啊，像狗的尾巴也是一样。但是狐狸的尾巴就给人感觉就是说特别的蓬松，它这个毛就特别的长，特别蓬松。弧度呢，还有灵活度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狐狸尾巴特别漂亮啊。所以我们制作的时候也要把握一下狐狸尾巴这个特征。你要是把狐狸的尾巴制作特别的瘦、特别的小、特别的窄，它看起来啊就不太像这个狐狸尾巴。你要稍微做的就是宽一点啊，蓬松一些。同学们大概取出一个1.5啊，1.5到2厘米的这个橘色粘土。好，先给它团成一个圆球。老师这个镜头呢稍微有一点点太大了啊，我再给它放远一点点啊，不然的话呢，我这个面积有点不太够，我团这个圆球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到。好，先团成一个圆球，然后呢再斜着搓哈，然后呢再斜着搓成一边细一边长的这种长条啊，一边细一边长条。那么同学们就能看出来，宽的这一边呢可能是朝上的，但是狐狸尾巴它是有个尖尖的呢，对不对？我们要把上面这个位置，宽这个位置，给它图往上推，给它捏，上下左右的去捏完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个尖尖了。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像这个狐狸尾巴的感觉了？狐狸尾巴，但是狐狸尾巴没有那么细，对不对？这个顶多有点像一个猫的尾巴嘛，哪里会像狐狸尾巴？好，我们要给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做宽一点。那么现在需要用压泥板压之前呢，如果我们现在直接压，它就会变成一条直线。我们要先给它狐狸的这个尾巴造型给它凹好造型，然后再压的话呢，就会好一点哈。好，首先呢，我们先把它尾巴这个尖给它捏的尖一点、长一点。它这个尖是有点往下垂的，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案例。好，然后呢，中间这个位置呢，它是有点往上弯的。好，我们再给它中间这个位置给它掰弯这样的话它这个尾巴就灵动很多了，对不对？只不过有点细没关系，我们还需要压一下。好，给它凹好造型之后呢，现在可以压了哈。压完之后呢，压的时候呢，就用压泥板从上往下使劲压，一边压一边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先看一下这个宽度，就不要一下子给它压的太宽了啊。压完之后，它这个宽度大概是在2厘米这个宽度啊，最宽这个点是在2厘米左右啊，不要给它压太宽了。欢迎天心4991同学，欢迎同学。同学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说时间比较宽裕嘛，正好进来了，欢迎你呀。其他同学也说说话呗。其他同学，你们现在做这个尾巴有没有就是说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说一下哈，或者你报一下你们这个进度也可以呀。是不是都在忙着做？然后呢，没有时间，没有空，然后呢，在这里给老师发弹屏。好，老师呢，这个漂亮的大尾巴已经做完了哈。其实我每次做这个尾巴，我都有个冲动，我想给它做个3、4条，或者是5、6条，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觉得狐狸尾巴应该多一点好看。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行，你要是真给它做成5、6条、3、4条，
同学们一看到，诶，老师你做的跟这个案例完全不一样啊，这也太奇怪了吧。所以呢，我就控制住自己了啊。等到我哪一天设计出来一节狐仙的课，我就可以随意的给它加尾巴了。再看明天做啊，好的好的，青二同学啊，明天做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对啊，我就特别想做这个九尾狐啊，我觉得好漂亮啊。九尾狐的话呢，就可以做这种动物形式的，就是一个小狐狸，哎，后面有一圈大尾巴啊，也可以做那种拟人化的，就是说像个小美女，像个小仙女一样，给它加几条尾巴，那也是可以的。哎，不过我现在做这个卡通小狐狸，我还是控制住我自己吧，给它加一条尾巴好了，这个尾巴也蛮好看的。好，这个尾巴给它加上去了。我这个尾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大了？太过于蓬松自然了，哎，都怪我满脑子都在想那个九尾狐，把它尾巴做大了。同学们，你们就体谅一下吧，做大了也没关系啊。如果同学们想做小一点，我们给它往后放一点也没关系啊，给它往后放一点，它不就变小了吗？尾巴蓬蓬的可爱。好的。如果同学喜欢大尾巴的话，我就不给它藏着掖着了，我给它露出来啊。我可能压的时候满脑子都在想那个狐仙，我尾巴要做大做蓬松，我就做的有点大有点蓬松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尾巴上是不是还有点白色这个毛发呀？哎，这个花边有点翘起来了哈。这个白色这个毛发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白色粘土给它修剪一下。期待老师的这个狐仙，这一直是存在于我的脑海当中，我一直想给它做出来，但是又被可爱打败了。我刚才都说了啊，我一直在想，做一个仙气的狐狸呢，还是做一个可爱的狐狸呢？到底是可爱呢，还是仙气呢？我想来想去想下去，最后还是被可爱给打败了。谁叫它那么可爱呢？对不对？萌萌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不做它了。好，然后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尾巴上的这个白色毛发哈，这个超级简单，就随便取一块1厘米这个那个粘土。如果刚才有同学们在剪这个花纹有富余的这个白色薄片的话，就更好了，你们还不用压了啊。老师这个富余的白色薄片不知道被我丢到哪去了，我就现压一块啊，1厘米就行，不用特别大，它只需要有个尖。然后的话呢，我们拿剪刀给它剪一剪。剪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它上面这个尖给它剪出来，大概剪一个1厘米的这个长度哈，上面这个尖，先给它正中间剪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尖，给同学们看一下，剪一个尖。剪完尖之后呢，我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呢，就可以剪出这种毛发的感觉。这个毛发的感觉的方法呢，具体有点像我们这个毛衣啊，有点像这个毛衣的制作方法。我们就拿这个剪刀左右两边剪出这种小三角形就可以了哈。左右两边剪一下，然后呢一拿开，它不就变成毛发了吗？好。我特别喜欢狐狸尾巴这个尖，所以呢我每次做的话呢，就给它做的有比较尖一些哈。有一点毛边，这个毛边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粘土有点黏，毛边的话呢，像我这种强迫症人，非要给它弄平。弄平了。好，给它放到我们这个尾巴上。它现在弧度的话呢，有一点不太接近啊，因为我们下面这个尾巴呢，它是有点往下弯这种感觉。那你就要把这个白色的粘土拿起来，把这个尾巴下面给它做成这种往下弯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再给它进行一个粘贴。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样可以了。然后呢，给它按一下，左右两边按一下，粘土往上推一推哪个缝隙不太够，我们给它推一推。好，然后这个尾巴上这个尖呢就已经 OK 了。然后最后呢，可以把尾巴拿起来整体的再给它捏尖，然后这个白色粘土呢，最上面这个白色粘土跟橘色粘土就贴合的更紧密一些。老师这个尾巴的话呢是已经做完了哈。
啊，我们现在呢还差什么呢？差一个小鞋子。这个小鞋子的话呢，比较基础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皮鞋。一般秋天的话呢，我们穿这种毛衣啊，或者是裤子的话呢，都会喜欢穿这种小皮鞋，这种小单鞋搭配啊。老师就给它搭配一个百搭的一个黑色的这种小皮鞋。它这个皮鞋质感怎么样出来呢？需要一个武器，那就是亮油啊，需要亮油。我们最后等它干了之后呢，给它涂一点亮油，它就会变得特别亮啊，就有这种皮鞋这种质感啊。同理呢，就是说，像这种皮革面料的物品，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啊。同学们取出0.5厘米的这个黑色的这个粘土啊，搓成小球，好，左右两边再搓一下，搓下之后呢，让它前面变得尖一些啊。皮革一样的这种装饰品，同学们可以想一下还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皮带，对不对？帽子也可以是皮的嘛。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皮鞋给它安上去。安上去之前呢，也可以在皮鞋的这个上方给它轻轻的按压一个小洞。按压一个小洞之后呢，用这个你用这个白乳胶给它沾一点点。鞋子感觉我这个腿好像稍微长了那么1-2毫米，给它剪掉一点。如果不长的话呢，同学们就不用剪。我感觉好像是长了，这样的话就比较合适了哈。像同学们想做这种皮包的话呢，也是可以给它涂这种亮油的老师来告诉你们另一个方法，做这个亮晶晶的感觉出。大家平常用的都是这个亮油吧如果有些同学想做那种不那么亮，或者是亮的比较自然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像那种皮衣呀、皮的那种外套啊、包啊，它可能就没有那么亮，只不过表面有一点点光泽。那么你用亮油的话，它就有点太亮。给你们推荐个神器丙烯调和液。丙烯调和液它干了之后就是那种完全透明的、亮晶晶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给它替代一下那种亮油，或做那种不是特别亮、比较自然这种皮革效果同学们可以试验一下，蛮好用的。好，老师用同样的方法又戳了它另一边这个小皮鞋，给它装上去同学们的话呢，就不用跟着老师一样做出2个皮鞋因为我担心有些同学可能就是说他这个腿呀，或者其他的步骤没有做完，现在就是做皮鞋的话，可能有点就是说怕跟不上，有点慌这个没关系，同学在课上只要跟着老师做1个皮鞋就可以了不用2个皮鞋全部给它做完的我这个胶水沾的有点不太够多，这个毛衣有点翘起来了现在还没沾好。然后我们的小狐狸的话基本上 OK 了基本上已经 OK 了。然后现在就差给它画一些这个毛发这种质感。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到这个背景环节背景环节的话呢，稍等一下老师几秒钟，我把我的背景清理一下，这个背景实在是有一点点乱。然后呢，把这个镜头给同学们调远一点点。背景的话呢，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个相框都有没有在身边因为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有的同学他是有相框，有的同学呢他可能相框是没到，或者是呢他学习这个技法的话，就是说也不一定非要用相框嘛现在给同学们几个替代我们要做背景了，有相框的把这个相框底板拿出来，没有相框的同学找一张卡纸，我们不是有黑色卡纸吗？找一张跟它一样大这个卡纸拿出来或者是呢平常用的一些不要了这个废弃的这个什么快递的这个盒子呀什么盒子的这种盖子呀，只要是这种硬纸板材质的都可以给它拿出来，裁剪成10×15这个大小，我们可以给它替代成这个板子好，老师这个小狐狸已经 OK 了，我们开始做一下背景。狐狸的话呢，我先给它放到一边去它摆到中间有一点点太占地方了，给它放到一边。把板子都拿出来。好的，花嬷嬷同学这个案例上这个花纹的话呢，可以再讲一下等到我们答疑环节，大家有哪些地方没听懂，都可以再讲一下的好，然后这个背景的话呢，老师设计的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这种白天晴天那么天气既然非常好的话呢，它这个天空的颜色一般都是这种浅蓝色，对不对？
同学呢不一定啊，非要给老师做一个天气，就是说根据你们这个案例的这个想法，因为还可以做出那种夜晚的感觉。如果同学想做那种夜晚那个小狐狸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底板这个颜色呢换成深蓝色，或者直接用黑色卡纸替代啊。好，我们先调一下这个浅蓝色。老师课上这个案例呢，既然是浅蓝色，我们就做浅蓝色哈。背景的话呢，因为它比较大，是10×15，所以呢，同学们取这个白粘土，大概取出5厘米左右的白粘土，稍微就是说可以多取一点，不然就不够用啊。5厘米的白色粘土，然后呢，给它加1厘米的蓝色粘土，给它调和到一起，调和成浅蓝色。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比例啊。调完之后呢，我们如果感觉它颜色有点深了，有点浅了，可以临时的再进行一个调和。因为每一次取土的话呢，就是说也没有就是说非常的这个严格的这个标准啊，因为老师只是大概的这样去取一个大概的大小啊。要是拿尺子每次都在那里测量的话，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好，基本上这个浅蓝色的话呢，还是非常 OK 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深哈，我再加一点这个白，再加一点点白。同学们狐狸呢没有做完，同学先不要制作了啊。这个狐狸老师就是说每一个关节部位呢，老师都已经讲到了，就差什么呢？就差一些小的一些花纹和重复的东西没有讲啊。重复的东西呢，就同学们有时间可以课下补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一只手或者是另一条这个小围巾啊，这都非常简单的一些小结构，同学们就课下花个5分钟10分钟就给做完了哈，就没必要在课上做了。现在呢，就是说狐狸没做完，同学先不要做了啊。老师相信你们课上跟着老师已经做完了其中的一个部位就可以了啊，重复的部位就不用做了。我们先把它背景给它做一下。背景的话，调出这个浅蓝色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擀成一个薄片啊。稍等一下，老师找一下我这个擀面杖工具。颜色的话呢，同学可以就灵活一点啊，不一定非要用浅蓝色。同学们用这个深蓝色做这个夜空或者是用着黑色卡纸做这种星空的背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好，我们把擀好了这个蓝色粘土呢给它先团成一个圆球啊，用手团成个圆球，然后再按一下。按一下之后呢，拿这个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薄片。擀薄片的话呢，有些同学容易擀不均匀，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技巧啊，就是要从中间往两边擀。就是我们，而且呢，你每擀一面之后呢，就要给它翻个面。比如说我这面擀完了，对不对我就不要一直在擀这一面了，我把这一面擀完一遍之后，我给它翻过来，然后继续擀。这样的话呢，它粘土就不容易粘板子啊。有些同学这个粘土擀着擀着，我粘到板子上，我拿不下来了，感觉好头疼啊！辛辛苦苦擀了半天，对不对？结果拿不下来了。好，一定要记得每擀一遍之后呢，灵活给它翻一个面啊。因为我们背景的这个长度呢，它是一个长方形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给它擀成个正方形，擀成正方形它肯定会有一边是不太够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长度的话呢，它这个位置是比较长。好，我们就给它正着放，然后呢，一直朝这个方向擀，把它擀得长一点啊。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数一下这个背景的格子，宽度10厘米，长度15厘米，你大概要比它稍微大一点点之后呢，你才能把我们这个背景给包裹住啊。你正好做的跟它一样大的话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所以呢，我们擀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擀的比我们这个10×15这个大小稍微长个1-2厘米是非常合适这个角度啊，非常合适的大小。你如果比它长太多呢？长太多的话，背后你可能包粘土会包很多，到时候你在装框的话呢，有点不太好装啊。老师这个长度是比较 OK 了啊，已经超过15厘米了。宽度的话，我再擀一下。我一边擀的话，我一边在跟我这个相框做一个对比啊。或者是同学也可以跟他这个没有相框，可以跟这个切割板进行一个对比。好，老师这个浅蓝色粘土片呢已经擀好了，厚度的话呢大概是在2毫米左右啊，不用特别薄。然后呢，拿到我们的这个
相框这个底板，然后给它包上去。包上去之后，找到它上面这个位置，给同学看一下背面啊，这样包。我觉得不用涂胶水，现在这个粘土已经很粘了，没有必要给它涂胶水啊。好，给它翻过来，上下左右都给它包过去。好的好的，看到那个花嬷嬷同学的这个回复啊。大家在这个包背景和赶背景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问一下啊。没有问题的话，老师就稍微自恋一下，默认我这节课讲的就是说，把一些点都已经没有遗漏的讲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听懂了，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就非常开心啊。不过呢，我们课后呢会有一个专门的答疑环节，是专门问问题的，老师就不做了。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如果同学们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就没想起来的话呢，一会儿也可以就是再问一下啊。好，老师这个背景已经包好了，是一个浅蓝色的。然后我们来做一下它这个枫树吧。这个枫树的话呢，树干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太多的新知识点。这个树干的话呢，我们之前在学仙鹤呀。那节课上已经做过类似的这种树干了，简简单单啊，老师就快速的操作一下，因为它确实也比较简单。树干的话呢，同学们就是说想看自己做成什么样的树，不一定非要做枫树啊。同学们想做这种杨树，或者是想做一个葡萄藤、葡萄架呀，想做这种玉兰花、玉兰树呀，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树干的话呢，你们就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树，然后呢灵活的去做一下它的粗细。比如说你要做葡萄的话呢，你可能就没必要做这么粗，对不对？你做几根竹竿，然后呢戳几个绿色的细长条往上就是说进行一个粘贴就 OK 了啊。如果同学想做跟老师一样的这种树的话呢，同学就拿出这个大概有一个2.5厘米左右的咖啡色粘土，然后先给它团成个圆球，消除指纹。做樱花树同学这个想法真太棒了，樱花树跟我们这个粉色围巾很搭哦。做樱花树的话，同学可以按照老师这个方法去做啊，因为樱花树这个树干的话呢，它这个形状还有它这个颜色，跟这个枫树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都是这种咖啡色。好，我们给它搓成个细长条，搓的时候注意它这个粗细变化啊。它上半部分的话呢，是正常的树干都会稍微细一点点的哈。我们就是搓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板子稍微倾斜一点点，这样它上半部分就会细一些了。老师已经搓完了哈。搓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一般呢，我们这个板子是15厘米，它比这个板子稍微短个2厘米左右就 OK。比它稍微短个2厘米。然后呢，我们再从上往下给它压一下。压的时候注意不要给它压太宽了啊。厚度的话呢，大概从侧面看是在2-3毫米这个厚度。压完之后，你还是要保证它上面比较细，然后下面比较宽的这种造型才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再教同学们如何制作一下这个树皮的这种感觉啊，树皮上这种一条一条这种纹路的感觉呢，也比较简单。同学们拿这个压痕刀按住其中一边，你一定要用手按住，你不按住的话呢，它就容易怎么说呢？它就容易就是说晃来晃去。按住，然后呢，我们从上往下滑。滑的时候呢，还可以稍微来一点点这个波纹啊。好，边边也不要放过，比如说这个边边只有5毫米，但是你如果不滑的话，这边就会有点空。然后我们按照从右到左这个方向，从左到右也可以，按照同学们这个手法给它这样滑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可以加一些这种波纹的这种感觉，因为树皮上这个纹路嘛，也没有那么直线，对不对？好，或者有一些纹路呢，可以滑到一半给它停，然后中间再给它从另一个地方再出来一条短的，这样呢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哈。树皮怎么可能没有断裂呢？对不对？正常生长树皮都会有一点断裂的，所以我们给它故意做一些断裂，这种感觉也是 OK 的。好，然后中间呢肯定会难免出现这种圆弧样的形状，中间有空白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树洞吧？被鸟呀、被虫子啄这种树洞，我们给它用这种工具给它凹一些这个树洞凹一些树洞。
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素的这个纹路就会看起来比较自然一些这个位置呢是刚才老师不小心用手蘸了一点白乳胶我们就给它弄掉，忽略它也可以。忽略它的话呢，一会儿用这个素叶给它挡住就可以了。好，这个素的话呢，就给它放到它这个最边边。正常的树都会有很多枝杈，对不对？包括同学喜欢这种樱花树或者是这种杨树梧桐树玉兰花树都会有这种分叉。然后呢，我们大概给它做2到3根这个分叉就够了因为树的话呢，在这个构图当中，它处于整个画面的最左边，所以它只会露出右边这一块这个分叉，左边呢是露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没必要做那么多分叉它这个分叉的话呢，面积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同学们取出1厘米左右这个咖啡色粘土，然后斜着这样去搓搓的细一些一边细一边宽然后再压一下，长度的话呢，大概是5到6厘米左右。好，然后再用我们这个工具给它轻轻的压一下。好的，压的方法呢跟刚才是一样的压完之后我们可以再修剪一下，比如说压完之后这个分叉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宽呢，再给它稍微修剪一下这个没关系的，修剪一下。好，然后呢让它跟我们树干呢进行一个这个衔接。衔接的话呢，可以拿剪刀在衔接位置给它剪一下，然后的话呢给它进行一个粘贴。这个位置呢一会儿全部会被这个枫叶给盖住，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不用管它这个接缝了好，前面再给它来一根小这种分叉。小分叉的话呢，同学们取0.5厘米的这个粘土就 OK 了。好，做个小分叉，因为小分叉还比较小，上面这个树皮的这个纹理呢，可能基本上就看不到了，所以同学们就划个1-2下就可以了好，这个树有点像这种，我们之前讲仙鹤树这种树的这种感觉方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要稍微大一些。好，我们来做一下草坪。做一下草坪之后呢，老师把这个狐狸安装上去，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做它这个其他这个树叶的部位这个草坪的话呢，今天这个草坪是比较有层次感的，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草坪是比较有层次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草坪它有好几种颜色有一个浅绿色，有一个深绿色，还有一个棕绿色，对吧？所以我们要调出这个3种颜色，这个绿色薄片给它们赶到一起。这个调绿色同学们应该不陌生了吧？好像老师的第1节课的话呢，这个猫那节课就已经教给同学们如何去调这个绿色了。如果第1节课同学就是说没有来得及听同学，直接就是来听这节课同学，老师也可以再给同学们再讲述一下，示范一下。这个棕绿色呢就不用管它了，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拿去用大概准备一个2厘米左右，然后呢再调一个深绿色。深绿色的话呢，大概是用2厘米左右的绿，然后呢加一下1厘米左右的这个蓝色，给它们调和到一起就 OK 了。老师这个桌面稍微有一点点乱，因为做到最后东西太多了，零件也太多了。好，用蓝加绿，然后1:1这个比例给它们调到一起，它颜色呢就会变得深一些。好，然后现在呢，它这2个颜色已经有明显区分了，对不对？只要区分开就行。好，我们再调一个最深的这个绿色这个绿呢可以叫它这个橄榄绿这个颜色非常的深，而且这个色相呢是偏红的，所以呢它为什么偏红呢？是这个颜色呢它并没有那种很冷的感觉，它会偏暖一些，所以呢我们调这种橄榄绿我们可以给这个2厘米的绿色里面加一个0.5或1厘米的红，给它们调和到一起，这个颜色呢它瞬间变得很暖，而且又很深。一会儿我们同学们在组装这几个不同颜色这个绿色草皮的话，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先后顺序浅色的呢我们给它放到前面来，深色的呢给它放到后面去。同学可千万不要把位置放反了这个绿色可能还是有点不够深，我再加一点红色其他颜色呢给它收起来，不然感觉我这个桌面稍微有一点点凌乱。好，我把其他东西都收起来。
再调一下这个颜色。我们先从最深的这个颜色开始啊，塑造这个草皮啊。最深这个颜色呢是这样塑造的。我们调好这个深绿色之后呢，先给它用这个压泥板搓成一个细长条啊，又是细长条。这个长条这个长度的话呢，大概跟我们整个这个相框长度差不多。这个框的长度，这个框的这个宽度的话呢，是10厘米，大概就跟10厘米这么长。好，然后搓完之后压扁。压扁之后呢，因为它有一点点厚，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给它用擀面杖给它擀一下。好，擀完之后就不要理它了啊，不用管它了，放到一边。同样的方法呢，我们处理一下就是其次最深的这个绿色。给它擀，也是先给它搓成一个长条。搓成长条之后呢，再给它压一下，然后再继续擀啊。这一步的话呢，方法跟我们上一步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做这个草坪。好，然后放在旁边，不用管它。来搓它最浅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经过调和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同学们买来这个绿色颜色是深还是浅如果同学们买来这个绿色的话呢，它本身颜色是比较深的话呢，建议同学可以稍微加一点黄，加一点白因为最前面呢我们需要一个浅绿色。好，然后继续再拿这个擀面杖给它擀一下，因为它处于最前面，可能需要的面积呢并不是很多我们就给它稍微擀的窄一点就可以。老师这3种颜色都已经调好了哈，都已经弄好了。现在呢，给它们按到一起的话呢，它也是有一点点不太像草坪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边缘呀有一点太过于规则，我们给它这个边缘处理一点像这种小山丘、小山坡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先从最浅的这一道来最浅的这一条这个边边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刀片给它立起来，划来划去，给它划出这种纹路好，划完之后呢，给它迅速的拿起来，它就不会产生毛边了。如果有毛边的话，用手指轻轻抚平一下这是第一层。好，然后呢，我们来制作第2层。第2层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方法，把刀片呢立起来，这样划一下，划一些波浪和纹路出来。好，第1层的话呢，直接贴到第2层上面给它这样按住。然后呢，我们来做第3层怎么感觉第3层稍微有点短呢？再给它改长一点。第3层的话呢，也是给它改出一些波浪，只不过第3层这个山丘的波浪呢，它可以就是说起伏的更明显一些。它在最后一层嘛，它的起伏明显一点会比较好看。好，第3层的话呢，我们直接把前2层直接盖上去盖上去放到我们这个板子上。现在呢，它左右两边稍微有一点点多出来的部位，对吧？多出来的部位的话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这个剪刀给它剪一下就 OK 了。草坪上呢，一般它会有一点点这种毛绒质感建议同学们把这个草坪全部压好之后呀，我们可以用这个7本针工具给它扎一扎上课的时间有限，我就不扎这么久了，我就把中间这一块给同学们扎一下，让同学们看一下扎完之后这个效果和没扎这个效果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是一边扎的话呢，也不用全部都垂直的扎一边扎也可以像这样刮这种感觉就扎进去刮起来，它这种毛绒的感觉呢，可能就会更加强烈如果同学不太喜欢这种毛绒的感觉的话呢，就喜欢这种光滑这种感觉同学也可以不用扎好，我们把这个小狐狸呢拿起来放到我们这个画面上。狐狸呢，老师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一个粘贴没有进行粘贴，所以呢我们就先放上去，不用给它涂胶水。可爱的小狐狸。
啊，这个是袖子。你可以让它选择站到最高这个山丘上，也可以往前面站一点，都是 OK 的。好了，我们的这个狐狸呢，加上我们这个背景，基本上大概已经完成了。现在呢，就差这个风速哈。这个风速的话呢，同学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它一共有几个颜色。风速的话呢，它是有红色、橘色以及这个浅黄色3种不同颜色的这个渐变哈。这个方法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可能看起来同学会觉得有点难，但其实制作的话呢，其实蛮好玩的啊，非常的解压。就是你拿那个针在那里搓。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拿出一块这个橘色粘土啊，老师刚才就是用剩下的土啊，正好有一点橘色啊，我就拿出来一点。如果同学没有剩下的话呢，直接从袋子里拿出一点橘色粘土。我们把橘色粘土呢全部团成这种大小不一的这种小球啊，背后呢可以蘸一点白乳胶啊，现在可以直接蘸啊。背景的话呢可以直接进行粘贴啊，人物的话呢主体物先不粘贴啊。因为主体物还有一些细节，同学们可能还要调整一下，所以今天不进行粘贴。背景的话呢，可以直接粘贴啊，就给它团成大小不一样这种小球，不要完全一样大啊。有的可以稍微大一点，有的可以稍微小一点。好，团成这种小球。最上面这个位置可以多团一点啊。一般树干呢，它会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枝叶呢会长得稍微茂密一些。你按上去之后呢，可以用手给它按压一下啊，不然的话呢，它会太过于饱满了啊，太过于饱满。就是老师这个橘色粘土有点不太够了啊。我们先做这一块，给同学们示范一下，然后其他呢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这种树叶呢，同学们可以就是说有空的话呢再给它补一下。然后颜色的话呢就相对于就是说不要那么单一啊，我们光用橘色的话呢它会比较单一，所以呢在每一个这个橘色这个粘土球旁边呢可以给它适当加一点这个红色。红色的话呢你最好就给它围成一圈啊，这样围住它，就不要放正中间，给它围住它。围住它就有点像什么感觉呢同学就是说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见过素描作品，可能没有学过素描，但是素描那种几何体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吧。像素描几何体它为啥会显得比较立体呢？那尤其是像那种球体正方体，它为啥会那么立体？那就是因为它中间的颜色浅它下半边的这个颜色比较深，所以呢会给它显得比较有立体感啊。我们做这个枫树的这个树叶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效果。我们会给它这个边边，尤其是下半部分，给它加一些这个深红色这个粘土。它除了立体感，就是说需要加深色以外呢，还需要加浅色，对不对？像高光，给它提亮一点。我们现在还可以拿一些这个柠檬黄这个土啊。老师这个柠檬黄，我上课之前怕它干了，我给它加一点水，现在有点粘手。柠檬黄呢，我们给它加到正中间来。嘿，给它加一加。OK 了，同学们暂时加这么多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再开始搓，一边搓它的时候呢，一边看啊，一边搓它的时候一边看。它如果就是说颜色有一点不太够了，我们可以随时加。比如说你在制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红色不太够啊，红色我们再加一加。我们把它搓到什么效果为好呢？同学们可以就是说做的时候看一下我们这个案例图啊，就把这个深红色、黄色以及橘色给它调得越均匀越好啊。我们可以先在这里面，先在中间这个位置给它扭一下，基本针扎进去给它扭一下。但是你在搓的时候呢，你不能这样搓，你这样搓的话，一会儿你把背景给掀起来了，就有点尴尬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手呢按住它上下这个位置啊，最好按住我们这个球这个边缘。就你在搓的时候，以免用力过大，然后把这个球呢给它搓的，就是说飞起来了，就会有点难受了啊。好，我们最好就把这几个颜色给它搓均匀，可以看到没有？老师就扎进去，然后挑起来，然后呢左右两边来回晃，它这个颜色就已经很均匀了。所以呢，速度的话呢，还是要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个粘土呢，它有一点容易干大家都知道。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做这一步的话呢，速度还要稍微快一点，就是你迅速的把这几个颜色给它分布上去，然后迅速的再拿这个漆本针给它扎进去，然后呢挑起来，把这个颜色给它揉均匀。
啊，这就是考验同学们一个手速的这个关键啊，速度要稍微快一点，不然你太慢的话呢，它粘土都干了啊，你怎么搓都搓不到一起去了，就会有点麻烦。好，最上面这个球球也给它搓一搓。好，做到这个风速球之后呢，这个风速球啊，其实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新的知识点啊。新的知识点就让同学们学习一种新的纹理、新的肌理的这种制作方法啊。大家看到这一步有没有看会啊？老师就不问你们，就是说做出来了嘛，因为老师知道有些同学可能在做，有些同学就是说可能没有做完啊。老师就问你们学会了吗？或者是看会了吗？就是已经了解的同学可以来当前啊发一下1哈。如果同学跟着老师正在做这一步，已经就是说做差不多了，也可以发一下1哈。霍霍呗，这位同学怎么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呢？我就想说我在霍霍他呢，可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毕竟作为一个老师还是要有一点形象的啊，不能把自己说的像一个顽童一样。好的，其实你们可以啊，你们可以就随便的这样霍霍他。好的好的，花嬷嬷同学已经做完了是吗？非常棒哈。这个的话呢，同学们就搓的时间越久，它越好看。老师现在只搓了大概只有几分钟哈，2-3分钟，它可能颜色还不是很均匀，同学们就一直搓，一直搓，把它颜色就是揉的越均匀越好啊，越均匀越好。比如说我在揉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位置好像没有高光了，高光已经被我揉的已经稀碎了，那么我就临时给它加一点高光，加点黄色，然后让它继续再揉啊。就这个颜色的话，并不是说我加一次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OK 了，我就不用管它了。就你在制作过程中，你看随时缺什么颜色，你加什么颜色。好，老师呢就先给同学们搓这几块，给同学们演示这个方法啊。其实它这个树枝上还有它下面这个部位还可以再加一些枫叶的啊。老师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再加了，因为方法都是一样的。同学们课后自己再加一些啊。然后我教同学们做一下这个白云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啊。脑子里演练完了。同学在脑子里都已经演练完了，我相信你制作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啊。好，这个白云的话呢，我们先取出一块这个白色粘土啊，因为它云朵的比例比较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同学们取出1到2厘米左右都可以。老师把我们这案例往上推一推，有点占位置。好，最重要的是呢，要让我们这个有一个尖尖这个白云。好，我们搓成这个1厘米的白色粘球之后呢，白色圆球之后呢，用这个板子斜着搓啊，给它搓成一边宽一边尖的这种感觉。宽的这一边呢，用手稍微捏一下，它太宽了不太好卷。然后同学们就像卷蜗牛一样给它卷起来。现在就不要把它当成一朵云，把它当成一只蜗牛啊！我要卷蜗牛。卷，好，卷到一半的时候给我停下，卷到一半的时候停下，然后呢，它后面这个小尾巴呢，就当成云朵的这些云朵的一些，就是说，它云朵的话，它旁边不是有一些稀散的一些云吗？就给它当成它这个云朵这个托尾啊。好，中间这个部位呢，可以用手按压一下啊，给它捏的扁一点。云朵的话，一般是比较扁的。然后的话呢，关键的一步来了。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我的这个棒针工具。好，找到了。用棒针的中间比较宽的这个部位，给它每间隔大概1-2厘米这个位置给它按压一下。不用按压特别多啊，按压特别多就有点不太像了。按压完之后呢，它其实按压的这个纹理不是很自然。我们用手呢，给它再捏的自然一些。再压一下。好，这个云朵啊，这个筋斗云啊就已经好了。最后呢，云朵可以放到上面来非常的就是说协调啊。好了，老师这节课的这个上课的内容呢就已经教授完了啊。我们这个小狐狸的主体加我们这个背景加我们风速加我们的草莓都已经 OK 了。然后老师现在就可以霍霍它了，我可以随便这样去扎它，给它做一些这种毛绒质感啊。或者同学前面不想做这种毛绒质感的话，你可以只扎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白色丙烯给它点缀一下高光。
最后就是丙烯环节了啊。丙烯的话呢，老师推荐你们用这个浅咖啡色这个颜色。同学们应该买的都是玛丽的这个丙烯吧？用这个浅咖啡色啊。最后呢可以用这个最细的这种勾线笔。如果是谢德堂的话呢，大概就是5个0的那种型号。老师把它拿前面来，好，可以在它这个耳朵里面呀，给它画上这个结构，画一画这个结构啊。身体上呢，给它画一些这个毛发，画的时候呢，给它朝一个方向啊。需要同学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毛发呢，身体还有这个尾巴全部都是一个方向，从上到下。你看这个尾巴也是从上到下，身体也是从上到下。但是脸的话呢，它稍微会有点放射状啊。如果脸的话，你也是从上到下用直线这样画，感觉像下雨一样啊，从放射状，从中间啊往两边这样放射状的去画啦，就是你稍微有一点倾斜啊。建议同学们在画它脸上这个毛发的时候呢，可以多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案例图，看一下这个毛发的这个走向。同学们这样斜着画就好了。然后它每一根毛发的话呢，长度的话呢不要特别长啊。如果你画特别长的话，就有点不太像狐狸了。每一根这个毛发的长度大概是在2-3毫米左右啊，不要超过3毫米。身体上的话就比较简单了，身体上的话呢，我们就从上往下啊，一根一根的去画出来就可以了。好了，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接下来到答疑环节，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哈。老师这边把这个音乐播放一下。出现的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它摔下来，不再回来。同学说这个毛衣花纹，你是说这个菱形的花纹吗？是这种菱形的花纹吗？老师可以再给你就是说演示一下。你说这个菱形花纹还是这个三角形花纹？稍等一下，我拿一下这个案例的这个菱形花纹是吗？好的，这里演示一下。我先取出一小块这个白线。一般做一条花纹的话，用1厘米左右就能贴了。大概1厘米左右这个白色的颜色，然后搓一下，搓成一个细长条。长条之后呢，给它按平。我们一般都是要做这个菱形，它整个长度的话呢是在1厘米左右。老师感觉这个音乐声音稍微有点大，我给它稍微放小一点。对不起。好，给它压一下，压完之后，让它这个长度呢大概是在1厘米左右啊，厚度的话呢大概是在1毫米左右这个薄片。然后我们就开始剪，剪的时候呢，先把它这个边缘给它剪齐。狐狸脸上的毛是画的吗？是的呀，老师还画了几根呢。是拿这个勾线笔蘸了这个丙烯颜料，然后这样一根根这样描上去的啊。描的时候注意它这个方向哈。脸的话呢是放射状，然后呢身体的话呢是从上往下。好，同学可以看一下剪的话呢首先菱形的话呢，我们先剪它上面这个边。剪的时候呢不要整个这样剪剪了它一半这个位置，剪一条小斜线。长度的话呢是在0.5哈，然后我们再剪左边。好，左边剪完之后呢，左边也是朝这个左边一个斜上方这个斜线，然后再剪右边右边的话呢朝右边倾斜，剪出一个斜度，然后再朝左边倾斜，再继续剪，然后再朝右边倾斜，然后再朝左边倾斜，就每一个这个斜线呢大概是0.5。基本上看同学你想剪多长了哈，
像毛衣的话呢，它每一层大概需要就是4个5个这个花纹就可以了。老师也给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重复上面这个步骤哈。好，斜着剪，斜着剪，但是剪它另一边的话要注意啊，另一边要注意，比如说你剪这个右边左边斜线的话呢，你不要剪太长，你剪太长就会把它剪断。所以呢，你剪完之后呢，你要看着啊，这2条边呢，大概中间有个1毫米左右这个间距。狐狸脸上的这个毛呢是咖啡色啊，给同学看一下这个颜色。我的丙烯呢在这儿，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建议同学画毛的时候呢，可以多添加一点水。好，我们来继续剪啊。然后朝右边倾斜的剪一下0.5毫米，再朝左边倾斜的剪。你剪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花纹难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长度要控制好。你要剪太长了就给它剪断了，你就有点失败了。你就稍微剪短一点啊，它就不会断掉。可以看到了吗？就没有断啊。我现在自己给它剪断，它就是一小条花纹。这个花纹的话呢，可以贴到我们这个袖子上，也可以贴到这个身体上，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同学，这个花纹的话呢，还有什么不太懂的地方吗？可以问一下哈。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哦。我们答疑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哈。老师这边呢，可以给你们传一下这个回放啊，一边给你们答疑。如果在噩梦中转夜